看到墓碑上面的照片，庄韵然心里咯噔一下，莫名感觉一股寒意窜上心头。她环顾四周，确认没人，两腿一弯，跪在地上，口中喃喃道：“对不起，求你放过我吧。”忽而一阵阴风吹过，庄韵然吓得打了个哆嗦。她强忍着心头翻涌的惧意，从包里掏出一堆金元宝和纸钱，颤颤巍巍地放在墓碑前面。“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烧给你，或者你想要什么其他东西，托梦给我，我带过来。”庄韵然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声音在寂静的墓园中显得十分空灵。然而，墓碑上的女人看着她，笑容温柔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庄韵然赶紧又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，边磕边念道：“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人死不能复生。你既然到了下边，就好好生活，这样对你对我都好。”庄韵然磕头的力道很大，脑门碰在地面上，发出砰砰的声音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墓碑主人的原谅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庄韵然觉得差不多了，抬起头来，这一抬不要紧，竟然看到照片上女人的嘴角向上一勾。庄韵然本来就害怕，看到这一幕，心脏差点跳出来，惊叫着跌坐在地上：“不要吓我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吓我，我就把你的骨灰拿出来，让你挫骨扬灰。”照片纹丝不动，女人温柔的笑容就像是对她无声的嘲讽。就在这时，有手电光照过来，墓园管理员听到动静，过来查看这边的情况，隐约看到一抹黑影从远处掠过。等他循着黑影来到墓碑前面的时候，就只看到散落一地的金元宝和纸钱。庄韵然回到车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南星说他眉间有血债，他很清楚这笔血债属于谁。换作以前，他根本不会在乎这些，毕竟人死了就是死了，死人是不可能复活的。但现在，他忽然就有点后怕了。庄韵然做了个深呼吸，踩下油门，将车子驶入暮色之中。南星回到家，刚好撞上同样刚刚回来的庄韵然。见庄韵然一身黑衣，风尘仆仆，南星眉梢微挑：“二嫂也刚回来吗？”庄韵然没想到这个时间出去还能撞上南星，表情一顿，扯起一抹僵硬的笑容：“哈，是啊，你也出去了。”没等南星回答，傅青燕便开口：“我和南星出去散步。”“二嫂呢？也是出去散步吗？”庄韵然目光躲闪：“对，我有点累了，先回房间了。”说完便匆匆离开。看着庄韵然仓皇逃离的背影，傅青燕直觉他有什么事瞒着。南星没有拆穿，他能感觉到庄韵然身上的阴气很重，不出意外，应该是刚刚去过墓地之类的地方。联想到他眉间的那抹血债，南星目光微沉，眼底闪过一丝了然。两人回到房间，各自冲了个热水澡。南星洗完澡，抱着枕头去敲傅青燕的房门。男人说了声请进，南星走进去，见傅青燕也已经洗完澡，换上睡衣，看到南星进来，傅青燕表情有些不自然。眼前的女孩长发垂在肩上，眼眸清亮，看向他的目光十分单纯。南星将枕头放在床上，他想过要不要打坐，但今天又是直播又是超度，实在有点累了，还是决定睡觉。“你……”傅青燕顿了顿，没拿被子。南星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只拿了枕头。他看向床上的被子，盖一个不可以吗？对于南星的语出惊人，傅青燕差不多已经习惯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先不说可不可以，你不觉得有点不合适？还好吧，只是盖一个被子，又不干别的。南星淡定地躺到床上，扯了一半被子盖住自己，闭上双眼。傅青燕被噎住了，他知道南星是为了他能快点恢复气运才出此下策，但两人同床共枕，还是有点引人遐想。傅青燕定了定神，关掉台灯，躺到床的另一边，想了想，还是扯了另一半被子盖住自己。房间里一片漆黑，傅青燕盯着天花板，毫无睡意。她不知道南星有没有睡着，反正他是睡不着了。傅青燕睡不着，干脆就背过身去看手机。
10分钟之前，远在 M 国的齐玉堂发了张照片到朋友圈。照片中，一身骚包黑金衬衫的男人坐在跑车里，对着镜头比了个耶，配文：不要跟哥硬碰硬。傅清燕太阳穴一跳，这是什么非主流文案？想起这家伙在直播间里跟自己针锋相对的情形，傅清燕怀疑他这条朋友圈是在暗讽什么。想着，他回复齐玉堂的朋友圈：你硬得起来。他和齐玉堂有不少共同好友，都是合作方什么的。果然，这条回复发出去，瞬间掀起千层浪。M 国某辆跑车上，齐玉堂就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的功夫，再看手机，就被朋友发来的信息轰炸了。老齐，你是又得罪傅三少了？你今天必须回答我这个问题，你硬得起来吗？首先声明，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。其次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齐玉堂嘴角一抽，这些人有毛病是不是？看到刚发的朋友圈有不少人点赞，齐玉堂点开看了一眼，然后他就看到了傅清燕的回复。齐玉堂脸都黑了，他私聊傅清燕：有毛病？傅清燕，你朋友圈什么意思？齐玉堂就闲得无聊，随便发一句：关你什么事？傅清燕，齐玉堂，傅清燕，你死定了！看着傅清燕发来的“你死定了”4个字，齐玉堂一脸懵逼。他怀疑傅清燕吃枪药了，不然为什么忽然找他茬？另一边，傅清燕回完微信舒坦了一点，但还没完全舒坦。手机屏幕的微光照在他脸上，在瞳底映出一片冷光。忽然，傅清燕感觉有人戳了戳他背，他转了个身，视线与昏暗中那双清亮的眸子相撞。傅清燕心脏漏跳半拍，下意识问：还没睡？你的手机一直亮着。男星答非所问：是睡不着吗？傅清燕顿了顿，不太困。男星想了想，忽然坐起来，对着他双手结印，朝眉心处一点。傅清燕只觉得一股清流顺着眉心源源不断灌入大脑，脑子里那股烦躁的感觉忽然就消散不少。躺下，闭眼，不要看手机了。男星的话像是有神奇的魔力。傅清燕放下手机，闭上双眼，很快便寻得一丝困意。男星也跟着躺下，安稳进入梦乡。齐宝结束完应酬，回到酒店，电梯停在顶层。齐宝刚下电梯，就看到一个人蹲在他房间门口。他快步走过去，思妍。思妍抱着膝盖，昏昏欲睡。见齐宝回来了，慌忙起身：思妍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冷吗？齐宝见思妍一身单衣，皱了皱眉，赶紧拿房卡把门打开：快进来。思妍跟着齐宝走进房间，看到齐宝的居住环境，思妍抿了抿唇，心里更难受了。原本她可以住在这种规格的房间里，现在齐宝倒了杯水给思妍。如果说白天他还有点怀疑思妍是不是真的被赶出家门了，那现在他确定自己肯定是猜对了。思妍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齐宝犹豫片刻，委婉地问。思妍垂眸，两只手紧紧攥成拳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头：宝，我被我爸赶出来了，你能收留我几天吗？思妍说这话的时候鼓足了勇气，毕竟她做了那么多年养尊处优的小公主，还从没像现在这样狼狈过。齐宝佯装惊讶地睁大眸子：啊，当然可以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但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思妍把她在同城的遭遇一五一十告诉齐宝。热搜你应该看到了吧？我和我妈被鬼缠上了。我本来以为南星过去是为了救我，没想到他是想置我于死地。关于南星进入幻境救他们的事，思妍只字未提，只说南星在他身上用了邪术，让他在司长林面前胡言乱语，最后被赶出家门。齐宝皱眉：南星怎么这样？她不是你姐姐吗？为什么要害你？她在道观生活了10几年，可能觉得心里不平衡吧。那也不是你的错呀。齐宝站在思妍这边帮她说话，当年是她自己走丢，只能怪她命不好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但我爸不这么想，他觉得亏欠南星，什么都要给他最好的。思妍咬牙：你都不知道，
自从他被认回来，我家就一刻不得安宁。哎，你这也太惨了。齐宝嘴上安慰着思妍，眼神中却没有半点怜悯之意。思妍是什么性格，他很清楚，自己受了委屈就把责任推卸给别人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不过他不在乎，毕竟他也是有求于思妍的。那个宝，思妍欲言又止。我被赶出家门，身上没什么钱，你能先借我点吗？当然可以。齐宝毫不犹豫掏出一张免密码的银行卡，这个你拿走吧，随便刷。思妍受宠若惊，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啦。齐宝笑了笑。不过，思妍，我也有件事想求你帮忙。什么事？齐宝坐到思妍旁边，问：你之前和傅三少有婚约，应该对他比较了解吧？思妍微怔，如实答：算不上了解，不过我2个堂哥跟他挺熟的，大哥还是他家的私人医生。当初他想嫁给傅青燕，纯粹是因为他长得帅又有钱，至于他的私事，他还真不清楚。齐宝闻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又问：那你知不知道他有个喜欢的女孩？你说救过他命的那个？听说过。怎么了？齐宝弯了弯唇，我想让你帮我查查那个女孩的信息。看到齐宝玩味的表情，思妍忽然意识到什么，惊讶地问：你喜欢傅青燕？意料之外的，齐宝没有否认，他点点头。傅三少那样年少有为的男人，有谁会不喜欢？思妍微怔，可是你是想说他已经订婚了吗？齐宝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只是订婚而已，又没结婚，反悔很正常。思妍很想告诉齐宝他想多了，傅家人现在都把南星当成了掌上明珠，但想到自己的处境，还是改口道：你说的对，没结婚之前都是有变数的。如果齐宝真挖了南星的墙角，那对他来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，到时候他还能从中获利，得到他想要的，总比现在被南星死压一头强。所以，思妍，你愿意帮我吗？齐宝晃了晃手中的银行卡，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，当然愿意。思妍明白，这个时候他必须和齐宝统一战线。我早看那丫头不顺眼了，你要是能嫁给傅三少，我求之不得。齐宝这下满意了，将银行卡用力塞到思妍手中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妍，思妍拿着齐宝的银行卡到前台给自己升级了一个套房，又多续了几天房费。齐宝还说，如果他酒店住腻了，可以住他名下的别墅，已经跟那边的佣人提前打好了招呼。思妍悬着的心瞬间就放下了，他还以为自己要无家可归了呢，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。第二天，南星从睡梦中苏醒，见身边没人，有些意外。他起床算早的，没想到傅青燕比他还早。南星洗漱完，走出房间，夏嫂恰好路过，看到南星从傅青燕房间出来，以为出现幻觉了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又看了一遍，确定没看错。夏嫂。南星向他微微颔首，夏嫂回过神来，三少夫人，早上好。在傅家，佣人总是称她三少夫人。一开始南星还会纠正，说她和傅青燕没结婚，不用这么叫她，但纠正了几次都没用，也就作罢了。三少夫人，早饭已经准备好了，太太也在那里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南星来到饭厅，看到战雪正慢条斯理地喝着粥，他的手边放着一个平板，上面正在放昨天直播的回放。南星知道战雪会偷偷看他的直播，但这么直观的被公开处决还是第一次。他走到饭桌旁，战雪看得很专注，都没发现身后有人，两只手不停在平板上摆弄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直到走进了南星，才发现战雪是在截图。第160章，抱错孩子，另有隐情。大概是觉得刚才那张截得不好，他拖动进度条，倒回去又截了一张，而被他截取的画面正是昨晚他和傅青燕站在河边的场景。南星哭笑不得，别人看直播是看热闹，战雪看直播是寻找儿子和儿媳感情升温的蛛丝马迹。别具一格。战阿姨，早上好。
南星打了声招呼，见南星来了，战雪连忙把平板扣上。星星，你醒了？南星点点头。正在这时，庄韵然也走进饭厅。女人眼底乌青，一看就没睡好。南星注意到，她眉眼间的那抹血红比之前更深了。妈，庄韵然也跟庄韵然打了声招呼，默默坐到椅子上。想起昨晚发生的事，战雪叹了口气道：“正阳那边，你爸已经去聊了，他就是一时冲动，会想明白的。”庄韵然苦笑：“他不会的。”战雪刚想劝他别这么消极，就见庄韵然掏出手机，放到他面前，屏幕上是一张汇款单，上面是傅正阳这几个月的汇款记录。可以看到，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固定往一个账户大额汇款，而那笔钱的流向正是小三所在的咖啡厅。他给那个小三打了很多钱。庄韵然声音哽咽，努力控制着情绪。这么多钱，应该不只是玩玩。战雪看着手机上的汇款记录，脸色也愈发难看。那个女人是做什么的？一家咖啡厅的老板。庄韵然表情悲戚。以前正阳总说不在乎我有没有工作，现在我才知道，那都是他哄人时说的谎话。昨晚他回来睡不着，也去看了南星的直播回放，结果发现那个叫谢思思的女人处境跟她几乎一模一样。她们都是被男人豢养的金丝雀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沈周喜欢上了比谢思思更贤惠的保姆，傅正阳喜欢上了比他更能干的老板。说来说去，都是和他们反差很大的人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战雪皱眉：“你们都结婚3年了，他还在外面乱来，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虽然他对这个二儿媳没什么好感，但站在女人的角度上，还是能够感同身受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傅正阳是傅家人，代表了傅家的颜面。若是由着他在外面乱来，早晚败坏了傅家的名声。庄韵然想了一夜，也没想到解决办法。眼下看到南星和战雪都在，索性最后一搏。他猛地握住南星的手：“南星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你一定有办法让正阳回心转意吧？你就当是为了傅家的名声帮我这个忙，行吗？”南星推开他的手：“我说了，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庄韵然的理智一点点瓦解。“难道是因为你说的什么血债？那和正阳出轨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没有血债，正阳就不会出轨了吗？”战雪敏锐捕捉到关键词：“什么血债？”庄韵然意识到自己说多了，眼神飘忽道：“没什么。”南星知道庄韵然早晚会把这笔债还上，但不是现在，于是道：“是我跟二嫂说，她眉间有一抹红，可能是血债，不过现在那抹红已经消失了，应该是我看错了吧？”庄韵然怔愣地摸了摸自己的眉心：“没了吗？那他为什么还会梦到那个女人？”“韵然，这是你自己的婚姻，不要把什么事都寄托在别人身上。”战雪道：“正阳出轨固然不对，但通过外力干涉这段姻缘也是不可取的。”听到战雪这么说，庄韵然低着头不出声了。既然南星不愿意帮他，那他就再想其他办法。女人这种东西，他能除掉第一个，就能除掉第二个。只要他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就没人能发现。南星吃完饭便出发去了庄园。路上，他看到谭欢认亲的新闻冲上了热搜。南星点开热搜，有媒体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直播。南星点进直播间，这一次是作为观众关注事件后续。谭欢，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吗？各大平台的记者簇拥在鉴定中心门口，被他们包围着的正是谭欢和他的亲生父母。我很高兴，也很激动。听说你的梦想是学天文，而你的亲生父亲正好是天文学教授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幸运呢？谭欢点头：“是的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就像是在做梦。原本他想着亲生父母只要是正常人就好了，至少不要像他的养父母一样，动辄对他又打又骂，还断送了他的前程。却没想到他的母亲是富家千金，父亲还是京城科技大学的天文学教授温教授。温太太，
二位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女儿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记者将话筒递到谭欢的父母面前，男人眼睛还肿着，面对记者的提问，不卑不亢道：“首先，我要在这里感谢星辰不移大师，如果不是通过他的直播，我们也没有机会找到欢欢。其次，关于孩子报错的事，我跟妻子认为另有隐情，这件事我们会追究到底。”记者忙问：“您的意思是？”孩子报错是人为，具体是不是人为，还需要通过警方确认。谭欢的母亲搂着谭欢的肩膀，像是在呵护一件稀世珍宝，生怕他消失不见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挤到记者的包围圈里，让一让，都让一让。女人看到谭欢，立马哭天抹泪道：“欢欢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呀！”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女人是哪来的。谭欢却是一眼认出她，女人是谭德业的姐姐谭霞，也是他大姑。此刻，谭霞带着她的弟弟妹妹们站在他面前，俨然一副来讨债的样子。“你是哪位？”温教授皱眉，直觉这女人来者不善。“我是欢欢的大姑。”女人扯着嗓子：“欢欢的爸妈现在还在警局，就差他一句话，只要他帮着澄清一下，他们就能出来了。”没等夫妻俩说话，谭欢便上前一步道：“他们不是我爸妈，我身后这2个人才是。”谭霞没想到谭欢会这么说，眼睛瞬间瞪大：“你说啥？”“我说他们不是我爸妈。”“你……”谭霞看了直播，知道弟弟和弟妹确实做了对不起谭欢的事，但他们养谭欢这么多年，也不能白养吧。想着，谭霞斥责道：“你这丫头，看亲生父母有钱就不要养父母了。你爸妈养你这么多年白养了，我活到这把岁数，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忘恩负义的小杂种。”见女儿被劈头盖脸一顿骂，温教授和温太太十分愤怒，但谭欢却给他们一个眼神，示意他可以自己处理。夫妻俩见状，只好作罢。谭欢盯着谭霞，一字一句：“这些年我一边读书一边打零工，别说他们养我了，连弟弟妹妹都是我在养。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想出去见见世面，也被他们断了念想。他们配做我的父母吗？”谭霞被噎住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谭欢继续道：“他们现在被关在警察局，也是因为他们确实打我、虐待我。他们既然敢做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我又不是圣母，凭什么帮他们澄清？昨天谭德业打他那一拳，被医院诊断为轻微脑震荡，他的眼睛现在还肿着。医生说，如果再歪那么1寸，他的眼睛可能就瞎了。”亲生父母听到医生这么说，吓坏了，抱着他泪流不止。只有他知道，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。谭德业那个人冷血又狡猾，打他的时候总是会故意避开要害，像昨天那种直接往头上打的情况，放在平时也很少出现。因为谭德业很清楚，如果伤在脸上会引人怀疑，所以这么多年，他都在用一种隐蔽的方式对他进行虐待。“你个死丫头！”谭霞咬牙切齿，下意识想上手，想起周围好多镜头对着自己，又硬着头皮忍下来。当爹妈的打孩子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也打我儿子，他不听话就该打，但老子进局子，孩子见死不救，那就是忘恩负义。对，忘恩负义。人群中，被谭霞叫来的亲戚开始起哄，那些7大姑8大姨都站出来戳他的脊梁骨。“欢欢，你扪心自问，你自己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你爸打你是因为你把他逼急了，非要去那什么劳什子的科技大学。你也知道，你家条件不好，弟弟妹妹又小，就指着你这个大丫头出力。要我说，你爸妈待你不薄，平时吃喝都没少你的。你现在扭头就去找亲生父母，让他们自生自灭，是不是太没良心了？快去给你爸妈澄清吧，不然你就是白眼狼啊！哎，谭家摊上你这么个孩子，这是倒大霉了。”铺天盖地的谩骂，像洪水猛兽一样将谭欢淹没。若是放在以前，谭欢或许会忍气吞声，但现在他知道自己不再是无依无靠的孩子了。够了！谭欢吼了一声，周围嘈杂的声音瞬间安静下来。
他深呼吸，卷起衣袖，露出身上触目惊心的青紫色伤痕。众人倒吸一口冷气，记者连忙将镜头拉近，给伤痕特写。他们倒不倒霉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挺倒霉的。谭欢冷笑，眼底尽是凉薄。你们看清楚，这些伤全都是谭德业的杰作，我身上还有，你们要不要看？谭欢说着就去解自己的衣扣，夫妻俩心疼坏了，连忙抓住谭欢的手，让他不要这么做。谭欢瞪着谭霞，眼眸微红，我不揭发他们，是看在他们给了我一口饭的份上，但如果你们逼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谭霞显然是被谭欢吓到了，印象里他这个侄女脾气很好，甚至说是有点窝囊，但刚才他那个反应完全和窝囊两个字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谭霞坚信，他要是再说下去，谭欢真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衣服脱下来，扯掉谭家最后一块遮羞布。只是他来都来了，要是空手而归，未免太说不过去。想着，谭霞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拉着孩子们走到谭欢的亲生父母面前。谭欢要是不想把他爸妈放出来就算了，但这些年他们花在谭欢身上的钱，你们看是不是？想都别想。谭欢将谭霞推开，我是被医院报错的，他们的孩子也被我亲生父母养了很多年，而且花销更多。要是这么算，你们是不是还该给我亲生父母一笔钱？那能一样吗？谭霞还不死心，你亲生父母有钱，但你爸没钱啊。他养你的钱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。再说你现在长得这么健康，能说会道的，还不都是我们老谭家的功劳？倒是你亲生父母把老谭家的种给养死了，这笔账怎么算？吃瓜群众闻言一阵唏嘘。谭家人在第一时间就得知，当年被报错到温家的孩子在前不久去世了，死于一种遗传病，所以现在就只有谭欢认祖归宗了。听到这里，谭欢的亲生父母终于忍不下去了，他们将谭欢支开，对谭霞道：“陶陶去世是因为遗传病，我们之所以怀疑报错一事另有隐情，也是因为这个。当年我妻子路过陆河镇时提前生产，被送到当地医院，在那里生下欢欢。当时我清楚记得，孩子是健康的，但出院的时候就变得病恹恹了。陆河镇的医院虽然有些简陋，但报错孩子这种事，想来也不是经常发生，怎么那么巧，就发生在欢欢身上了呢？而且经过我的调查，得知欢欢养母的嫂子也在那家医院工作。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温教授语气平静，说出的每个字却都像深水炸弹一样，重重炸在众人心上。古今中外，故意报错孩子的案例不在少数，谭欢很有可能也是受害者之一。谭霞原本抱着敲打一笔的念头而来，却没想到反被对方扣上恶意调换孩子的帽子，她心下慌乱。第161章，庄园里的住户越来越多，但转念一想，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不可能再翻出花来，于是挺直腰杆道：“不是巧合还能是什么？你家孩子又不是啥金疙瘩，我弟弟是疯了吗？自己的孩子不养，换一个白眼狼回来。”温教授料到他会胡搅蛮缠，淡淡道：“陶陶在我家18年，我和我妻子一直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。她生病后，我们也尽全力帮她治疗，我们从未亏待过陶陶，直到现在，她也是我们心中不可割舍的存在。我们尽到了父母该尽的义务。”说完，温教授拉着妻女准备离开，眼看摇钱树要走，谭霞慌了，她咬咬牙，眼疾手快地推了孩子们一把。谭欢的弟弟妹妹们瞬间摔在地上，他们按照谭霞交代的，嘴巴一撇，哇地哭了起来：“姐姐，你不要走吗？我们舍不得你，姐姐，我要姐姐！”呜呜呜！看着弟弟妹妹哭泣的样子，谭欢心有不忍。无论如何，弟弟妹妹是无辜的，只是余光瞥到谭霞眼底的算计，谭欢便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做戏。他的心彻底寒了，握紧父母的手：“爸爸妈妈，我们走吧。”“嗯。”
三人在记者的簇拥下上了一辆高档商务车，只留下谭霞和3个孩子，还有被他拽来起哄的乡亲们，风中凌乱。霞，啥时候谁给俺们结钱呢？有人问谭霞，谭霞硬邦邦地拽起跪在地上的3个孩子，没好气道：“人都走了，结个屁的钱！他今天叫这些人来起哄，说只要对方给钱，就有他们一份。没想到人家鸟都不鸟他。”乡亲们一听这话，瞬间不干了：“我们可都按你说的骂了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！结钱必须结钱，俺大老远过来的，你不结钱，俺怎么回家？”谭霞被乡亲们团团围住，进退维谷，3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。记者们也不放过这个机会，举起镜头对着谭霞一通狂拍，边拍边问：“这些人是你雇来的吗？为什么这么做？是因为不占理吗？你弟弟为什么虐待谭欢？你认为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”现场一片混乱。南星关掉直播，捏了捏眉心，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差不多弄清楚了。18年前，谭德业和葛春燕在陆河镇的医院生下了亲生女儿淘淘。因为淘淘患有先天性遗传病，后期治疗需要很多钱，谭德业便心生一计，他想用自己的病孩子换一个健康的孩子回来。葛春燕一开始也舍不得，但架不住谭德业在他耳边软磨硬泡，最后还是妥协了。他找到当时在医院工作的嫂子，跟他串通起来，调换了温教授家的孩子。说起来也是天意弄人，温教授本不是陆河镇的人，当年他和妻子开车路过陆河镇，路边忽然冲出一只野鹿，让怀孕的妻子受到惊吓，预产期提前，妻子被送进医院，这才给了谭家可乘之机。他们看温教授一家是从大城市来的，开的车、穿的衣服都是有钱人的样子，便将目标锁定在他们身上。再后来，谭欢被成功换到了谭家，虽然换来了健康的孩子，但谭德业和葛春燕并没有珍惜，他们压榨谭欢，把他当奴隶使唤。等老2、老3、老4出生，谭欢自然而然就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。至于他们的亲生女儿淘淘，在温家过了10几年养尊处优的生活，直到去年，她的遗传病发作，被送进医院。夫妻俩也是在那时才知道，淘淘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他们当年在陆河医院抱错的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夫妻俩也没想过放弃淘淘，他们没日没夜地陪在淘淘身边，花钱给她看病，力所能及地给予她一切。可惜死神最终还是带走了她。那段时间，夫妻俩心如死灰，觉得天都塌了。所幸在他们快要坠入深渊时，一缕光从天而降。一场玄学直播让他们找到了亲生女儿的下落。南星掐算完事情的经过，心中不免感慨，都说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，人生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环，仔细想想，世间万物皆在因果循环之中。许久，车子停在庄园门口，南星刚走进庄园，就看到若虚在大槐树下打太极。大槐树是从白竹山来的，已经有了灵识。若虚打太极的时候，大槐树就摇晃着自己的枝叶给他加油打气，结果一不小心摇大了，树叶哗啦啦地落在若虚头上。若虚，大槐树。南星走到他面前，若虚道长。若虚将头上的落叶拨下去，笑道：“你来了。”南星微微颔首。若虚道长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，非常习惯，除了晚上吵一点，其他时候都挺好的。吵？您是说温将军他们？别说是我说的。南星不用继续问也猜到了，肯定是温将军又在大晚上排兵布阵，吵到若虚休息了。我会提醒他早睡早起的。南星说完，大槐树又晃下几片树叶到他脑袋上。他抬头，不用每次都这么热情，树叶掉多了会秃头的。大槐树，若虚告诉南星，白薇正在给妖精3姐妹上早课。南星没见过白薇上课的样子，决定过去看一看。房间里，白薇站在讲台上，用幻镜做板书，
手里拎着教鞭，摇头晃脑道：“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讲台下面，红罗和媚儿的脑门都快磕到桌子上了。白薇转身看到三姐妹里只有月桂还醒着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她大步走过去，用教鞭在桌子上狠狠敲了几下。红罗和媚儿吓了一跳，猛地坐直身体。几点了？下课了吗？白薇深呼吸，这堂课刚上10分钟，你们说呢？媚儿擦了下口水，表情悻悻。怎么才过10分钟啊？红罗也抓了抓头发。我梦到开饭了，中午吃大鸡腿。白薇无语了，她让媚儿站起来，把她刚才说的那句文言文翻译一遍。媚儿根本没听见白薇说什么，偷瞄一眼月桂，月桂赶紧用口型跟她比划：学而不思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媚儿一拍脑门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意思就是学习的时候如果不思考，就会变成小狗；思考的时候不学习，就会狗带。白薇差点喷出一口老血。不是，肯定不是这个意思。红罗察觉到白薇脸色不对，赶紧找补：我觉得应该是不好好学就会忘了，但死了就不用学了。白薇崩溃了。她在白家庄当了那么多年老祖宗，因为自己娶不到媳妇委屈过，也因为村里的单身汉太多着急过，但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绝望过。她在庄园教书是有 KPI 的，完不成 KPI， 温将军绝对不会放过她。白老师，你消气。红罗和媚儿指示。月桂话没说完，就看到白薇捏紧拳头，低下头。一阵狂风袭来，白薇的长发、红色衣袂开始飞舞，这是鬼面易容的前奏。白老师，你易容是要耗费修为的，不要冲动啊。白老师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好好学，我们再也不睡觉了。三姐妹见识过白薇变异的样子，跟她平时清秀的模样判若两人，是丑到能做噩梦的程度。她们可不想做噩梦，鬼才会相信你们这3只妖精的话。白薇声音嘶哑，仿佛开了地狱特效。可你本来就是鬼呀。红罗小声嘀咕。白薇的听力非常敏锐，听到红罗这么说，手指捏得咔咔作响，眼看就要变异。就在这时，唰，一张符纸从教室后门飞进来，贴在白薇身上。符纸接触到身体的瞬间，白薇像是被按下了什么开关，忽然就没电了。阴风骤歇，白薇飞舞的长发100老老实实回归地心引力，而她那张因恼怒而涨红的脸，此刻也变回到白净清秀的样子，眼神中似乎还透着一丝委屈。三姐妹回头看到南星和若虚走了进来。庄主，呜，你终于来了。三姐妹躲到南星身后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她们只是3只无辜小妖罢了，为什么要受这种委屈？南星用眼神安抚3人，旋即走到白薇面前，语重心长道：我是让你教书，不是让你仗着自己老祖宗的身份耀武扬威，你这样会吓到他们的。白薇在符纸的控制下动弹不得，可怜兮兮的眨眨眼。庄主，你不要被他们蒙蔽了呀，这3只妖就会用柔弱的外表博取同情，如果不是他阅人无数，又被渣女骗过，估计也会被他们骗得团团转。三姐妹仗着有南星在场，又有了底气，眼珠子滴溜溜转着，大吐苦水。我们上课是开小差了，但不是故意的呀，毕竟除了上他的课，我们还要学习乐器、舞蹈。我们总共就3个人，但表演强度不是一般大，就算把自己拆成8块都不够用的。白老师不体谅我们就算了，还用鬼面易容吓唬我们，难怪娶不到老婆。白薇，怎么还人身攻击上了？庄主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们很想学习，只是太累了，不然也不会在白老师的课上睡觉。做妖真的太难了。呜呜呜！看着3姐妹虚空抹泪的样子，白薇也忍不住了，眼圈一红，嗷地哭了出来。你们惨，我就不惨吗？我活着的时候被女人绿就算了，死了还要被女妖精欺负，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看着白薇痛哭流涕的样子，南星嘴角一抽，
他知道三姐妹不容易，也知道白薇不容易，这个时候端水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他拍了拍白薇的肩膀，又递了张纸巾过去，等她哭得不那么厉害了，才道：学习这种事要循序渐进，他们是妖，不是人，学习速度本来就慢一些。你们的妖生、鬼生还很长，不必纠结于一时。白薇抽噎着，我这不是怕温将军骂我吗？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白薇发现死了也一样，在这座庄园里居住的魂体精怪虽然都是被南星带来的，但也分3、6、9等。就好比温将军，人家生前战功赫赫，又被供奉100年，功德加深，毫无疑问站在食物链最顶层。而他这种没什么功德的鬼，就只能跟妖精平起平坐。温将军那边，我会去跟他说的。南星话音刚落，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便从身后传来：“小丫头，要跟我说什么呀？”温乐荣飘到南星面前，双手抱胸，居高临下看着他。看到温乐荣，白薇立马止住哭声，默默飘到若虚身后。南星向温乐荣行礼，而后道：“庄园人手不足，三姐妹分身乏术，精进学业这方面，还希望您不要逼太紧。就这。”温乐荣摸了摸胡子，旋即话锋一转：“你去外面多抓点妖精回来，有文化的那种，他们就不用学习了。”南星，好了，开玩笑的。温乐荣哈哈一笑：“我逼得紧，是因为我今晚请了些朋友一过来看歌舞表演，这里毕竟是我的地盘，我总不能丢了面子不是？”这下没等南星说话，若虚先绷不住了：“您还请了外人过来，怎么了？”温乐荣挑眉：“这里这么大，我请些老朋友过来叙叙旧，有何不妥？庄园布了阵法，魂体进入都需要南星挨个打上印记，您这无妨。”温乐荣大手一挥：“你们那些阵法只能困得住一些寻常小鬼，困不住我和我的朋友。”南星。温乐荣宣布完这个消息就离开了，徒留若虚愁云满面。他忧心忡忡道：“虽然此地风水很好，但阴间之物聚集太多，容易引起动荡，长此以往会有些麻烦。”南星也意识到了这点。他之前加固的阵法只能保证庄园里现有的魂体和精怪不出问题，但随着阴雾增多，那一个阵就有点不够用了。要是你师傅在就好了。若虚忽然叹了口气：“并臣布阵能力很强，若是有他出马，别说温将军一支军队，就算再来10支也不在话下。”第162章，老夫人来庄园做客。听到师傅的名字，南星神色微暗。自从他习惯一个人生活，几乎就和师傅没什么交流。两人上一次说话还是在他发现自己和傅青燕气运相连的时候，师傅也只说那是他自己的事，不会插手。若虚看出南星有心事，也猜到是和病臣有关，忍不住问：“你和你师傅多久没联系了？”“从我下山就没联系过。”若虚闻言皱了皱眉：“倒是闭关是常有的事，但病臣明显已经过了那个阶段，而且他明明记得病臣以前非常疼爱他的小徒弟，怎么岁数大了，反而开始搞看破红尘那一套了？”若虚道长，我去阵眼看看。南星似乎不想继续这个话题，向若虚微微颔首，便转身离开。南星把阵眼又加固了一遍，正准备回去，见红罗兴冲冲地跑过来：“庄主，庄主，来客人了，是个大帅哥。”与此同时，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妹妹，你这庄园好大呀！”说话的人是司环宇。司环宇穿着一身亮色风衣，正搀扶着老夫人往这边走。南星有些意外：“二哥，奶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老夫人走到南星面前，露出一副不爽的表情：“我过生日你没来看我，我让环宇叫你，你也没来，没办法，我就只能自己来了。”南星想起司环宇之前确实给他发过微信，让他抽空去看看老夫人，结果他中途去了桐城，就把这事给忘了。“抱歉，我是想过去看您的，但最近事情有点多。”南星摆出一副认错挨打的态度。老夫人本意就是撒个娇，
跟南星拉近一下关系。没想到小丫头真认上错了，顿时哭笑不得。她拉起南星的手拍了拍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我知道你忙，你的直播我都看了，又是招魂又是超度的，累坏了吧？看着老夫人慈眉善目的样子，南星再次回想起思妍指责他重男轻女的情形，不禁更加确定，老夫人不是重男轻女，而是单纯的不喜欢思妍。司环宇忍不住调侃：“真不知道你给奶奶下了什么迷魂药，她现在天天就是星星星星的。我在米兰做活动，她不顾时差也要给我短信轰炸，问你什么时候过来。这我哪知道，索性从阿燕那里要了庄园地址，把人给送过来了。”南星没想到老夫人这么喜欢他，但转念一想，老一辈的人本来就迷信些，他送的那些符纸有没有用？老夫人肯定是心知肚明的，再加上之前古曼童的事，也算是救了老夫人一条命。估计对他的感情就是从那会儿培养起来的。南星又看向司环宇：“二哥，你今天就是来送人的吗？不然呢？”司环宇眉毛一挑：“难不成我还能是因为想见你才过来的呀？虽然咱俩小时候关系很好，但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又是个大姑娘了。好吧。”编不下去了，我就是想见你才过来的。司环宇脑袋一歪，不装了，他这个职业就很烦，天天到处跑，很少有能着家的时候。今天这一天假，还是从杜若那儿求来的，代价是下个月再多接2个通告。南星被司环宇都笑了，弯了弯唇道：“那我真是太幸运了，竟然能被一个大明星放在心上。”听到南星这么说，司环宇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他记得上次见南星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，今天不仅笑了，还会跟他开玩笑了。看来傅家人对他还不错，把他的脾气都变软了。二哥，奶奶，我带你们四处转转。好啊，老夫人求之不得。她听说这庄园里有不少新奇玩意儿，也不知道都是什么。趁着南星带2人参观庄园，红罗赶紧叫来2姐妹尾随其后。那个男人好帅，可惜是庄主的哥哥，咱们应该没机会。妹儿把在心里盘算的事直接说了出来。月桂敲了下他的脑袋：“别胆，庄主警告过咱们，不能再吸活人精气了。就算不是庄主的哥哥，换做任何人都是不行的。”妹儿叹了口气：“可咱们是妖精啊。妖精不勾引男人，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我可不这么觉得。”月桂耸耸肩：“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药理大师。温将军前2天还帮我借来一本医药古籍，看书不比男人香多了。在白树山的时候，他勾引男人是被逼无奈，来到这片人杰地灵的地方，每天光是打坐就能提升修为。他早就没那个心思了，毕竟男人这种东西，除了皮囊不同，里面都是差不多的。”红罗没再听2人说什么，他的目光完全被司环宇吸引过去了。司环宇走着走着，感觉到身后有人尾随，不由得皱了皱眉。明星当久了，他已经练就了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的本事，只要有人跟着，就能第一时间发现。司环宇蓦地停下脚步，老夫人奇怪地看他：“怎么了？”第163章，司环宇被妖精调戏。司环宇知道那3个人是南星庄园里的，也不好说太难听，只道那3个女的怎么回事，从我一进来就跟着。你安排的。南星反应过来司环宇说的是谁，转身朝3姐妹招手：“过来。”3姐妹杏眼圆睁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意思是可以吗？南星点点头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过来吧。”等3人来到面前，司环宇才发现她们长得很漂亮，和娱乐圈里那些女明星不相上下。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看久了总觉得妖里妖气的。她们是我从白竹山带回来的妖精。南星介绍。司环宇身在那个圈子里，早已经看惯了美女，对漂亮女人早已麻木，脱口道：“你们好，我是南星的。”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司环宇看向南星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妖精？他们3个？南星点点头，他们是白竹山的妖精，现在只是他们用灵力化作的人形。
听到南星说的，司环宇震惊了。倒是老夫人很快接受了这件事，还兴奋地问：“那他们是不是像《西游记》里一样，可以变回原形啊？”“当然可以了。”媚儿骄傲地撩了下长发，当着几人的面，砰的一下便回到蜘蛛的形态，顺着司环宇的裤腿爬了上去。司环宇差点裂开，如果不是知道这玩意是刚才那个美女变的，他肯定一巴掌就给扇飞了。眼看媚儿越爬越高，就要朝着一些不可描述的位置过去。司环宇睁大双眼，捂住胯部，不可以，南星。此刻的司环宇宛如一个贞洁烈夫，在原地跳来跳去，试图把蜘蛛甩下去。红罗和月桂都快笑喷了。南星清了清嗓子：“好了，媚儿，再闹我就把你关起来了。”庄主发话，小妖不得不从。又是砰的一声，媚儿变回人类的样子。想到刚才是个美女趴在自己腿上，司环宇面红耳赤，耳根滚烫，连老夫人都被他这个样子逗笑了。他一巴掌拍在司环宇背上：“你小子，和女明星拍床戏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这么害羞？”司环宇本来就很崩溃，听到老夫人说什么床戏，脸涨得更红了。“奶奶，你平时都在家看什么呀？”老夫人一脸无所谓的表情：“当然是什么都看了，不过最喜欢看你演的，你拍的那些电影、电视剧我全都看过了。”司环宇：“来道雷把他劈死吧，他不想活了。”红罗这才反应过来，为什么看司环宇有点眼熟，原来是个明星。庄园通电后，他偶尔会和若虚道长一起看电视，应该是偶然看到过司环宇演的戏。因为这个小插曲，司环宇也没心情闲逛了，问了南星洗手间在哪，准备去洗把脸，冷静冷静。虽然他拍戏的时候接触过不少女演员，但毕竟是工作需要，现场灯光摄影场控一应俱全。几十号人看着他和女演员躺在床上，他只把那当成工作。实际上，私底下的他和傅青燕一样，都是个没什么经验的纸老虎，看着唬人，也只能唬人。另一边，老夫人叫着三姐妹来到房间，让她们继续给自己变戏法。“你是蜘蛛精，那你们两个是什么呀？”“奶奶，我是狐狸精。”“我是玉兔精。”红罗和月桂变成狐狸和兔子窝在老夫人怀里，把她哄得嘴都合不拢。司环宇洗完脸，来到南星为他准备的客房。房间里窗明几净，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，将床铺烤得暖洋洋的。司环宇躺在床上，对着自己拍了张照，给傅青燕发过去。司环宇：“舒坦。”傅青燕正在去参加一个酒局的路上，点开司环宇发来的照片，一眼就看出他是在庄园，正准备回复，忽然注意到照片上的某个东西。他眯了眯眼，把照片放大，只见司环宇的床上趴着一只兔子，因为通体雪白，和床的颜色融为一体，乍一看有点看不清。是月桂。傅青燕眉梢微扬，不太确定。庄园依山傍水，有些小动物乱入也是正常的，而且兔子都长得一个样，她确实分不清这只是南星捡回去的妖精姐妹还是普通兔子。不过看着确实比普通兔子大一点就是了。想着，他回复司环宇：“没发现你床上有点什么？”司环宇看到信息，连忙坐起来环顾四周，果然在床头看到一只毛发蓬松柔软的大白兔。这下他也顾不得和傅青燕炫耀了，把手机一撇，小心翼翼走到兔子旁边，用食指戳了戳兔子的耳朵。兔子嘴巴动了动，浑圆的眼珠看着他，司环宇的心瞬间就软了。是的，他对毛茸茸的东西一向没有抵抗力。兔兔，你好可爱呀！司环宇得寸进尺地摸下去，结果发现兔子完全没有逃跑的意思。于是他把兔子抱到腿上，又拿起手机自拍了几张。司环宇，这地方的动物果然有灵气，都不怕人。傅青燕微笑 JPG。司环宇只当傅青燕是嫉妒他，抱着兔子尽情蹂躏起来。小兔子乖乖，让我咬一口。司环宇张开嘴，对准兔子的脑袋就要咬下去。与此同时，南星走进来，
二哥，晚上庄园有活动，你……”南星停下脚步，后面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眼前的场景噎了回去。只见司环宇抱着月桂，张开血盆大口要咬他的脑袋。当然，他知道司环宇不是真的想咬，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动物的喜爱。司环宇没想到南星会忽然过来，嘴还没来得及闭上，尴尬地保持着这个姿势。2秒后，他把兔子放到腿上，合上嘴，正襟危坐地问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“我说庄园晚上有活动，二哥要不要参加？”司环宇刚想说当然参加，杜若便打来电话：“环宇，航导今晚落地京城，想跟你吃顿饭，不管你有什么事都给我推了。他手上的资源很重要。”杜若语气严肃，一般他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，就代表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司环宇沉默了几秒，道：“好吧，我知道了。”挂了电话，他看向南星：“晚上的活动参加不了了，我得去跟导演吃饭。”南星点点头：“那就下次。”司环宇好奇地问：“你说的活动是什么？”南星道：“温将军举办了一场歌舞表演，本来想请你一起看的。”歌舞表演？司环宇微怔：“你们请了舞蹈演员过来吗？”南星欲言又止，末了还是指着他腿上的兔子道：“演员正被你抱着呢。”第164章阴间晚宴。司环宇嘴角一抽，将腿上的兔子捧起来：“演员，他虽然这庄园里有什么妖魔鬼怪他都不奇怪，但让一只兔子跳舞，他想不出那个场景。你要不先放他下来呢？”南星有点心疼司环宇，如果他知道这只兔子是月桂，估计会很崩溃吧。司环宇不疑有他，把兔子放到地上，下一秒，兔子一蹬后腿，落荒而逃。司环宇有点奇怪，他感觉那只兔子刚才还挺老实的，但南星一来就变得很拘谨，现在还直接跑了。那个，司环宇挠了挠头：“咱俩商量一下。”“什么？刚才的事你就当没看见呗。”司环宇感觉自己抱啃兔头的行为实在太丢脸了。明明他在外面走的都是痞帅人设，结果来庄园一趟，人设直接崩塌了。放心，我不会把刚才的事说出去的，跟傅青燕说也不行。好，此时另一边，月桂被2姐妹逼到墙角。好你个月桂，居然背着我们偷吃，还是偷吃庄主的哥哥！你不是对男人没兴趣吗？月桂回来的时候，红罗和媚儿闻到她身上有奇怪的味道，仔细分辨之后发现，竟然是司环宇身上的气息。2姐妹立马把她抓过来兴师问罪。月桂低着头，2只手搅在一起：“我没偷吃啊，那你身上怎么有他的味道？我路过房间，他忽然就把我抱起来了，还捏我耳朵。”月桂越说，耳朵越红。红罗和媚儿简直要羡慕哭了。3姐妹里就属月桂最佛系，结果这难得的和帅哥相处的机会，还被他给赶上了。红罗一连叹了好几口气，只恨自己当时没在边上，不然他也可以变成狐狸，让司环宇抱一抱。不对呀，媚儿忽然想到什么，眼睛一眯：“你走的时候还是人形呢，怎么路过司环宇房间的时候就变成兔子了？”红罗也反应过来：“是啊，你平时不都是人形吗？变成兔子是故意的吧？”月桂：“哼，果然是这样。”媚儿看破真相，嘴上说什么对男人不感兴趣，其实还不是变招法的往人身上扑。媚儿，红罗扯了扯媚儿的衣袖：“大家都是姐妹，不要起内讧啊！谁让她言行不一的？媚儿怎么想怎么不爽。3姐妹里只有她是虫子，还是吓人的虫子。如果不变成人形，连接近人类的机会都没有。但红罗和月桂就不一样了，她们一个是狐狸，一个是兔子，都是人类无法拒绝的毛茸茸。红罗皱了皱眉，问月桂：“你是故意的吗？”月桂盯着地面，不敢看红罗的眼睛。这下红罗也没法给他找理由了。月桂见瞒不住了，索性承认：“我就是看他脸红的时候挺可爱的，所以你就变成兔子让他抱了。呜呜，我不活了。”
你们都有可爱的原型，只有我没有。”媚儿眼圈一红，转身就跑，结果一不小心撞到远远飘来的白薇身上。白薇怀里抱着一摞书，被媚儿一撞，书全部掉在地上。白薇，媚儿幽怨地瞪了白薇一眼，抽泣着跑远了。白薇，他又怎么惹她了？傍晚，司环宇不情不愿地上了经纪人的车，南星送他到门口。最后也没忍心告诉他白天抱的那只兔子是月桂，真不好意思。我知道你们兄妹难得见一面，但航岛那边确实机会难得。杜若一脸抱歉地解释：“没关系，以后还有很多机会。”南星笑了笑，夕阳洒在他身上，有种柔和的美。杜若看得出神，娱乐圈里有不少长得好看的美女，但没有一个像南星这样，五官标准，眉眼淡然，像极了隐居山林的仙女。正在这时，一辆车停在旁边，杜若下意识看过去。当她看清楚车里的情形，脸刷的就白了。这是，只见那辆黑色轿车里是空着的，连司机都没有。难道是 AI 自动驾驶？在杜若看不到的维度，几名身穿铠甲的大将军从车上下来，昂首挺胸地走到南星面前：“你好，我们是温将军请过来参加晚宴的。”大将军掷地有声，嗓门比温乐荣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南星拱手拜了拜，道：“我送你们进去。”杜若看到南星对着空气说话，就知道不是什么 AI 驾驶了，那辆车里就是有东西。司环宇倒是见怪不怪，他现在觉得南星带着妖魔鬼怪在庄园里开 party 都是正常的，就是不知道傅青燕吃不吃得消。二哥，杜姐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们也慢点。待南星的身影消失不见，杜若莫名松了口气，只是在看到旁边那辆空车的时候，后背还是有点发凉。入夜，庄园宴会厅里一派热闹。温乐荣带着他的将军朋友们坐在宴会厅里，桌上是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。之前温乐荣看的都是实景表演，白薇入住庄园后就派上了用场。晚宴现场是白薇通过幻境搭建出来的，耗费了他大量的灵力。但作为一名受制于人的社畜，肯定要把上司的需求放在第一位。妖精三姐妹已经换好光鲜亮丽的古代衣裙，窈窕身影在后台来回穿梭，将其他精怪号召到一起。演出马上开始了，大家都不要乱跑，被发现偷偷离场的，一律逐出庄园。红罗仗着自己修为最高，对其他精怪们发号施令。石头精、柳叶精、花妖等等精怪纷纷点头，表示他们不会乱跑。人都到齐了吗？白薇到后台询问进度。到齐了，白老师，我们随时可以开始。白薇点点头。温将军说了，这次表演如果成功，他会帮咱们提升修为。真的呀？媚儿喜出望外。那他签字画押了吗？白薇白他一眼。温将军一言九鼎，不像你们妖精那么不讲信用，嘴上说着会好好学习，结果一上课就不见人影。媚儿又来了，他现在很怀疑白薇是不是唐僧转世，否则为什么这么絮叨？另一边，南星敲了敲房门：“奶奶，晚宴要开始了。”几秒后，房门打开，身穿藏青色旗袍的老夫人走出来。她在南星面前转了一圈，兴致勃勃问：“怎么样？好看吗？”南星笑了笑：“好看。”老夫人笑意更深，她已经不记得多久没打扮过自己了。丈夫去世后，她孑然一身。虽然2个儿子孝顺她，会满足她的各种要求，但她总觉得人生也就到这了，剩下的日子就是挥霍时光，等到了那头和丈夫团聚。但自从南星回来，她感觉枯燥的生活似乎又有了色彩。南星将提前准备好的符纸塞到老夫人手里，今晚阴雾比较多，把这个带在身上，身体不会受到影响。老夫人接过符纸，小心翼翼地折好，放在口袋里。她的接受能力很高。来庄园这一天，已经完全适应了和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相处。不仅如此，还对那个阴间晚宴十分期待。
南星也不意外，之前他又是超度婴灵，又是送符纸，老夫人作为受益人，肯定已经从心里接受了玄学的存在。而且他记得司长林说过，他的母亲也懂玄学，老夫人如果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东西，当初也不会让母亲进门了。南星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，决定把庄园的情况如实告知。南星带着老夫人七拐八拐来到宴会厅门口，宴会厅的门没关，可以看到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老夫人好奇地左顾右盼，忽然听到南星跟她说：“今天的事可以不告诉其他人吗？毕竟是接触阴物，她怕这件事传到司家那边，尤其是苏福雅耳朵里，又要借题发挥。”老夫人很快明白南星的意思，点头道：“你放心，今天的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”有了老夫人的承诺，南星便不再担心，牵起她的手走进眼前那扇门。一阵天旋地转后，耳边传来鼓吹喧天的声音。老夫人缓缓睁开双眼，看到上一秒还空荡荡的宴会厅里，此刻坐满了人，还都是身穿铠甲的威武大将军。亲眼见识到这样的场景，老夫人瞠目结舌，站在原地都忘了走路。直到南星捏了捏他的掌心，才回过神来：“跟我来。”南星带着老夫人来到一个视野很好的位置。温乐荣见南星的奶奶来了，飘过来向他一拱手：“在下温乐荣，幸会。”老夫人看到温乐荣愣住了，她不敢相信，又问了一遍：“你是谁？”温乐荣，温将军重复了一遍，声音浑厚的调侃：“你不认识我很正常，我已经死了上千年，现在专门来供奉我的人也很少了。”“不是。”老夫人磕磕绊绊，扭头看向南星：“南星，有纸和笔吗？”南星微怔，正奇怪老夫人要做什么，就看到她抽出自己的手绢和口红，双手递给温乐荣：“温将军，可以给我签个名吗？您是历史名将，参与过大大小小数十场战役，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。我看过您的个人志，对您十分钦佩。”老夫人一席话让温乐荣有些意外，他浓眉一挑：“你是我粉丝？”“啊，对，我是您的粉丝。”老夫人没想到参加一趟宴会还看到了自己欣赏的历史人物，激动得不知所措。温乐荣被夸了一通，自然也是心满意足，正欲伸手接过手绢，忽然想到什么，看向南星：“丫头，你那里还有符纸吗？”南星微怔，反应过来温乐荣的意思，连忙点头，拿出一张平安符递过去。温乐荣接过符纸，食指中指并拢，在上面注入一缕功德。很快，符纸四周便发出淡淡金光。温乐荣将符纸递给老夫人，签名没意思，这个送给你，可以做护身符。老夫人双手接过符纸，满眼不可思议。她之前也见识过符纸发光，但都是转瞬即逝，而现在她手里的这张却是一直在发光。温将军将他的一缕功德放在了上面，以后再有邪祟路过，都会被温将军的气息逼退。南星将温乐荣方才的所作所为言简意赅地告知老夫人，老夫人受宠若惊，连连道谢。晚宴很快开始，一身红衣的白薇从天而降，声情并茂地来了一段祝词。武将们大多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但还是很给面子的送上掌声。接下来是各种精怪的精彩演绎，什么柳叶惊俯卧撑、花腰碎大石、龟灵翻跟头。将军们虽然也都是阴间的，但鲜少和妖精相处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只觉得新鲜，毫不吝啬的鼓掌喝彩。老夫人更是看得眼睛都直了，她活到这把年纪，还从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，简直像做梦一样。最后轮到三姐妹的压轴表演，随着现场烛火熄灭，一缕馨香在空气中弥漫，丝竹鼓点声声入耳，混合着香气的微风在黑暗中悄然拂过。酒过半巡的将军们纷纷来了精神，他们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听说这座庄园里有3只绝美妖精，想要一睹芳容。下一秒，悠扬婉转的歌声传来：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音。
纵使南星游走在阴阳两界，见过许多新奇的事物，但如此空灵的声音，他却是闻所未闻，只一耳便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就在这时，现场红烛骤燃，看到眼前的场景，南星眼底闪过一丝惊讶。只见台上浩浩汤汤几十人，皆以白纱遮面，远远看过去，竟然全部都是三姐妹的模样，就连温乐容都是一脸惊讶。庄园里的舞姬总共就3个，怎么一眨眼就变成了几十个？第165章，负2少借尸还魂。台上30个美女踩在鼓上轻歌曼舞。南星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表演，是汉朝的香河歌。歌者自击节鼓与伴奏相应和，故此得名。老夫人目不转睛盯着台上的舞姬，只觉得眼花缭乱。她现在恨不得给通讯录里的人挨个打电话过去，告诉他们看到了什么。但她答应了南星不往外说，也只能把这份震惊咽进肚子里。三姐妹的声音澄澈空灵，宛如天籁。唱到高潮部分时，被簇拥在中间的3个人一挥手，拂去脸上的面纱，3张惊艳的脸就这么暴露在众人眼前。宾客们看到三姐妹的长相惊呆了。3人虽然都很美，但风格又不尽相同。左边红衣女子眉眼细长，千娇百媚；中间白衣女子五官标致，温婉大方；右边黑衣女子婀娜多姿，冰肌玉骨。而且南星发现，三姐妹好像变得更好看了，就像是拍照开了滤镜一样。不出意外，应该是白薇给他们用鬼面易容进行了微调。温乐容的朋友们都羡慕哭了。温将军真是好福气呀！这座庄园又大，灵气又足，还有这么多美女作陪，比你在南平道的时候不知道强多少倍。同样是将军，我们怎么就没这么好运？几人狂拍马屁，把温乐容拍得晕晕乎乎。不过他还是有一丝理智在身上的。他用眼神示意南星，不是我好运，是那丫头心善。众人了然。今天他们来庄园，就是南星负责接引的。小丫头岁数不大，性子却十分沉稳，还一身香火味。那丫头既是仙云观来的，就说明你们有缘，以后你可得照着人家呀。那是自然。温乐容信誓旦旦，他帮我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，往后他遇到什么困难，我和我的将士们都不会袖手旁观。一曲毕，现场掌声雷动，除了三姐妹之外的舞姬摇身一变，消失在台上。觥筹交错间，南星起身对老夫人道：“我有事出去一下，您要是累了，也可以回去休息，记得不要吃桌上的东西。”老夫人点头，知道了。你去忙吧。南星在宴会厅外面找到白薇，白薇站在月光下，本就没有血色的脸这会儿变得更白了。她努力控制呼吸，2只手上下搓着胳膊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像是很冷的样子。南星上前：“白少爷。”听到南星的声音，白薇机灵一下，转过身的时候，眼中明显划过一抹心虚：“是你呀？你怎么来了？”南星只一眼就看出白薇魂体动荡，他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下次不要这么做了。白薇，你不是道行很深的千年厉鬼，用灵力搭建这么大的幻境本身就很难了，还帮三姐妹搞那么多分身，不要命了？”白薇目光闪躲，嘴里小声嘟囔：“本来也没命了，人命是命，鬼命也是命，我先帮你把魂体稳定下来。”南星叹了口气，表情有些担忧。方才他在看到那些舞姬的时候就猜到了，庄园里能制造幻境，帮三姐妹弄出那么多分身的鬼，就只有白薇。她为了这场晚宴顺利举行，几乎掏光了所有灵力。眼下她灵力受损，魂体动荡，便出现了畏寒、发抖的症状。南星让白薇面对自己，双手结印，用力按在她胸口，将灵力缓缓渡入。白薇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了许多。南星闭目调息，片刻，睁开双眼。这是最后一次。白薇低着头，想说什么，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她魂体不稳，的确是灵力过度消耗导致的。但南星不知道的是，他在白家庄制造了那么多幻境，
早已掌握这门技术。真正让他消耗大量灵力的，不是这场晚宴，而是哈哈哈，我带你们去外面转转。后山有一片风景很好的地方，适合看星星。思忖间，温乐荣和朋友们走出会场。白薇见南星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，知道机会来了，赶紧一溜烟的飘走。在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，就还是先别解释了吧。等南星再回过头，发现白薇已经不见了。南星知道这家伙没把他说的话听进去，就算听进去了，也没打算收手。南星摇了摇头，想着如果白薇执意如此，那他也只能用符纸来限制他的行动了。深夜，一辆车停在庄园门口，司长林下车，快步上前搀扶住老夫人。妈，您怎么一声不吭跑这来了？我和福雅快担心死了。老夫人翻了个白眼。我来看我孙女，还要提前通知你们。再说了，有南星在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老夫人一句话成功把司长林噎住。司长林这才反应过来是他失言了。晚上他下班回家没看见老夫人，问苏福雅去哪了。苏福雅说她也不知道，把他急得够呛。后来他还是从司长海那里听说，司环宇把他送到了庄园。想到庄园里有那么多阴物，司长林不免想起古曼童的事，怕老夫人上了岁数，身体承受不住，想都没想就赶了过来。我知道南星厉害，但您岁数大了，尽量还是离那些东西远一点。司长林觉得他说的没错，毕竟阴阳有异，活人经常去死人的地方，终归是涉足了人家的地盘，容易出事。你与其跟我说这些，不如让家里那两个少气我。思妍在鬼庙里诅咒他的事，他都听说了。比起生气，更多的是无奈。一想到儿子儿媳养出这么个不省心的孩子，就觉得思家要完蛋了。司长林闻言脸色有些难看。我已经把妍妍赶出去了，还有福雅，我也禁了他的足，不用跟我说这些。老夫人摆摆手，那毕竟是你的老婆孩子，我管不着。只是往后他们母女再惹什么麻烦，就别找南星了。南星跟他们非亲非故的，没理由帮他们收拾烂摊子。老夫人说话直，三言两语就将南星和那对母女划清界限。司长林自然也明白他的意思，叹了口气，是，我知道了。老夫人在庄园玩了一天，心情不错，没再跟司长林计较，在南星的搀扶下上了车。车门关上，司长林将南星叫到一边。南星，同城的事辛苦你了，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可以提前告诉我，我毕竟是你的父亲。借着月光，南星看到司长林的脸色有些憔悴。思妍和苏福雅在同城闹出那么大的事，网上的人议论纷纷，司长林肯定也看见了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如果他执意把那两个人放在身边，以后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多。南星深知以他的身份没资格要求司长林做什么，只得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符纸递给他，道：回去的时候别走京南高速。司长林愣了一下，旋即了然。同样的事，许嫣也曾对他做过。眼下看到南星那张和许嫣十分相似的脸，司长林只觉得恍如隔世。司总。南星见他没反应，又叫了一声。司长林回过神来，按捺住心中的感慨，接过符纸。他抿了抿唇，道：要是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，可以告诉我，爸爸这里永远是你的避风港。还有，给你的钱记得花。南星点点头，表情一如既往的清冷疏离。司长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却也没说什么，转身上了车。随着车子消失在暮色中，南星收回目光。他对司长林没什么意见，也知道他想让自己亲近一些，但只要苏福雅和思妍还是他的妻子和女儿，他们之间就始终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什么时候司长林意识到这一点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才会更进一步。此时，京城市区，留着干练短发的女人锁上咖啡厅的门，将牌子翻到打烊那面，踩着高跟鞋上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。抱歉啊，让你等那么久，今天咖啡厅账面出问题了，
我盯着他们核对了一下，女人自然而然地系上安全带，身上的香水味在车厢内不断蔓延。没事，傅正阳单手握着方向盘，将车子驶上公路。过了一会儿，女人冷不丁道：“你老婆已经找到我这了。”傅正阳一怔，旋即皱眉：“什么时候？就前阵子。”女人眉梢微挑，表情漫不经心。她一个人过来的，在咖啡厅里坐了一下午，一直盯着我看，像是要把我吃了。她还派人调查了你给我的转账记录。女人说这话的时候，表情没有半点心虚，看得出来，她还是很在意你的。那又如何？傅正阳冷笑：“我们的婚姻从头到尾就是个错误，但你们都有孩子了。”女人道：“你们离婚的话，孩子是最惨的，真不为他考虑考虑。”我跟那孩子没什么感情。傅正阳嘴上这么说，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却是不自觉捏紧。傅景天出生后，他很少花时间陪他，不是因为他天生讨厌孩子，而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孩子是庄韵然用手段得来的。尤其当他意识到庄韵然把傅景天当成拴住他的工具，隔三差五以孩子这不舒服那不舒服为由骗他回去，就更加厌烦。他知道孩子是无辜的，但他也确实没办法做一个好父亲。你不是对孩子没感情，是对庄小姐没感情。其实你完全可以做一个好爸爸。女人看向傅正阳，似乎早已将他的心思摸透。傅正阳没有反驳。女人又问：“庄小姐那边，你打算怎么解释？不解释，那她要是一气之下砸了我的咖啡厅怎么办？她没那个胆子。”傅正阳脱口而出。女人笑笑：“她只是怕失去你，一旦她发现挽回不了，杀人放火也不稀奇。”傅正阳正奇怪女人为什么这么笃定，就见女人凑到他耳边，压低声音：“他身上有血债，没有你想的那么单纯。”傅正阳呼吸一顿，只觉得一股寒意遍布全身。女人又是莞尔一笑，坐直身体，没再说话。许久，车子停在一个四合院前面。傅正阳将车子熄火，开门下车，随女人走进院子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傅正阳走进院子的时候，感觉空气都降低了几度。他打了个寒战，环顾四周，只见院子里满地落叶，大树从房顶探出的黑色枝桠在夜色中微微摇晃，仿佛在邀请他们进入深处一探究竟。女人掏出一把生锈的钥匙，将房门打开。黑暗中，一股香味扑面而来。傅正阳被呛得咳了几声，用手在鼻子前面挥了挥，这味道又香又苦，仔细闻，还有股血腥的味道，是他从来没闻过的。女人随手打开房间里的灯，问：“怎么不适应这个味道？”傅正阳被房间里古香古色的陈设吸引，一边四处打量，一边道：“这味道很怪，有点像寺庙里焚香的味道，又不是很像，怪就对了。”女人脸上始终保持着神秘的笑容，她走到香炉前面，朝傅正阳招招手。傅正阳走过去，还没反应过来女人要做什么，手腕便被抓起来。女人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把精致小巧的匕首，刀锋在傅正阳指腹上轻轻一抹，伴着一阵刺痛。傅正阳看到他将自己的指尖血滴入香炉，顷刻间香味变得更浓了。这是精精香，也叫返魂香。女人道：“现在最后一味香料也齐了。”傅正阳眼睁睁看着被割破的指尖快速愈合，只留下一道淡淡疤痕。他反应过来，迫不及待问：“那我是不是很快就能见到他了？”女人递给他一眼神，让他稍安勿躁。借尸还魂乃上古秘术，施法过程中不能有一点差错。那现在还需要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。女人坐到旁边的红木椅上。这道阵我已经布了749天，就快完成了。现在得了你的指尖血，再过不久，那具借来的肉身就能起死回生。只是女人顿了顿，欲言又止。傅正阳急忙问：“只是什么？”第166章，动了神兽的灵脉。只是这借来的身体能用多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女人耸耸肩，
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。所谓借尸还魂，实则也是遮天蔽日的一种方式。他借来的那具肉身阳寿已尽，若是不被阎王发现，倒还好说；若是发现了，必定是要收回去的。没关系，傅正阳连忙道：“就算能有一时半刻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”听到他这么说，女人不禁有些感慨。她记得第一次见到傅正阳的时候，觉得这男人是个薄情的面相，现在看来，他的薄情也只是因人而异罢了。翌日，南星从庄园出发，前往白溪湾。司长海昨晚给他发微信，说那栋闲置大楼已经按照善园疗养院的规格搭起来了。南星正好想在疗养院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布阵，吃过早饭就出门了。车上，温乐荣坐在南星旁边，心满意足地摸着胡子。昨天的晚宴让他在朋友面前挣足了面子，现在他已经是仙云观被供奉的将军里公认过的最惬意的，那些鬼都快羡慕死他了。南星啊，温乐荣满脸笑容，你那个疗养院，一会儿我过去帮你开个光，保证你赚得盆满钵满。南星有些头疼，他昨天忙着加固阵法，就是希望温乐荣能老实一点，别再乱跑。事实证明，他的法力在这位大将军面前还是太低微了。温乐荣得知他要去参观新建的疗养院，说什么都要跟他一起，还扬言要给疗养院开光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温乐荣双手抱胸，语气豪迈：“你别不信，我真的可以给你那个疗养院开光。”我信。南星打断温乐荣：“只是温将军，您不是答应我不再乱跑了吗？”温乐荣笑容一僵，尴尬地挠了挠头：“这怎么算是乱跑呢？我只是想让你赚更多钱。”南星给他找了这么大的一个安身之处，他心里是很感激的。为了报答，偷偷往他身上塞了不少功德。但温乐荣觉得这还远远不够。昨晚他信誓旦旦向朋友承诺一定会罩着南星，总不能只是嘴上说说，他得付出行动。我不缺钱。南星顿了顿，而且疗养院的地理位置很好，也不需要您再做法开光了。虽然温乐荣常年受香火供奉，又功德加深，但给大楼开光这种事不是闹着玩的。万一温乐荣消耗了太多法力，导致温氏后代受到影响，那他就真是罪大恶极，偿还不清了。这也不缺，那也不缺，你今年才多大，就活得这么没有世俗的欲望了？温乐荣有些不理解。他也不是没见过其他修道之人，但那些修士也是有自己兴趣爱好的。就拿若虚来说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动画片、做手账，每天乐此不疲。再看南星，除了修道就是修道，好像除了修为二字，再没有什么能提起他的兴趣了。我当然有欲望。南星认真回答：“我有活着的欲望。”温乐荣，玄天至今下落不明。只有找到他，找到加害傅三少的幕后黑手，我才能安心。提起玄天，南星微微皱眉。从镜像世界回来后，玄天就消失了。他不知道他现在是在哪个世界，只知道那次交手后，玄天的法力应该也受到重创，短时间内不会掀起什么浪花，但这种安稳只是一时的。以玄天修习邪道的能力，卷土重来是早晚的事。他若是不敢在对方复苏之前拥有足够的实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听到南星这么说，温乐荣敛去笑容，换上严肃的表情。刚才是他想当然了，南星现在的处境确实和寻常道士不太一样。想着，温乐荣道：“你也别太担心，跟你气运相连，那小子不是一般人。所谓的气运之子，就是能在逆境中找到生机，就像他当初快死了，但身上的气运还不是引着你来到他身边。玄天那种奸邪小人是斗不过你们的。”闻言，南星微微抿唇，道理他都懂，但他毕竟没有脱离俗世，不能做到俯瞰因果。眼下遇到困境，仍然会不知不觉牵动他的情绪，推着他一步步往前走。对了，你那个疗养院什么时候开业呀？温乐荣话锋一转：“开业之后，我也想过去享受享受。”南星嘴角一抽：“不可以。”
温乐荣哼了一声，小声嘟囔：“小气鬼。”前面开车的司机见南星一直对着空气说话，冒了一身冷汗。他以为南星坐在后面是单纯喜静，没想到是为了挨着那个看不见的人。司机紧张了一路，等车子停在疗养院前面，南星下车，赶紧一脚油门开走了。很快，一个穿着 OL 装的年轻女人走过来：“南星小姐你好，我是司总的秘书蒲玲，疗养院的工程目前由我来对接，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。”南星点点头：“麻烦了。”闲置大楼已经打扫得焕然一新，布局完全按照善园疗养院打造，其中一些地方正在施工，还进不去。疗养院大概的结构就是这样，有什么不合理的，或者需要调整的，您跟我说，我记下来汇报给司总。蒲玲拿着小本子，表情十分认真：“我自己看看就行，你不用跟着。”考虑到一会儿还要和温乐荣说话，南星怕吓着蒲玲，索性让他去休息。蒲玲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温乐荣从进入这栋大楼就被里面充沛的灵气震撼到，不禁感叹：“丫头，你运气真不是一般好，京城总共才有几个灵气足的地方，都被你弄到了。这栋闲置大楼，还有他们住的庄园，这2处地皮下面都有一处泉眼，在向外源源不断释放灵气。最夸张的是，傅氏集团坐落的地方也是如此。这难道就是气运之子的力量？”南星在大楼里四处走动，思考着在什么方位放什么东西能让风水更上一层楼。忽然，温乐荣在一扇门前停下，南星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只见温乐荣眉头微皱，眼睛盯着那扇门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半晌，他摸了摸胡须道：“不对劲，从这里下去就是地下室了。”南星道：“是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温乐荣没说话，直接穿门而入。门后是一道很长的阶梯，连接着地下室。南星跟着温乐荣一路向下走，地下室里堆放着一些器材之类的东西，打扫得很干净，没什么灰尘。而且和其他建筑里的地下室不同，这栋闲置大楼的地下室并不阴森，反而有种暖洋洋的、被灵气包裹的感觉。南星此前就知道，大楼的灵气阵眼在地下室，至于形成的原因，暂时还不得而知。温乐荣飘到一个房间门口，道：“就是这里了。”南星推开门，里面是一间办公室，说是办公室，却并非给人办公用的，而是放着一些葫芦、泰山石之类的吉祥物。供台还上放着一尊朝风，想来大楼建成时，风水师也发现了这一点，才要求他们在这里布局。温乐荣挑到朝风前面，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表情若有所思。南星猜到他在想什么，道：“朝风一般是放在窗台面对煞的方向，它摆放的位置虽然奇怪，但神兽气场安逸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”当初司长海给他发来照片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了这一点。风水学玄妙高深，在真正的风水大师面前，他也只是一知半解。更多时候是通过玄学能力来感受一个地方是否有异常。就好比现在，他虽然知道这尊朝风摆放的位置奇怪，但并没有感觉到气场上有什么不对，便认为朝风的摆放肯定有它的讲究。是没什么问题。温乐荣点点头，这尊朝风要摆在这里，也只能摆在这里。南星不解：“那您说的不对劲，是指？”温乐荣沉默片刻，道：“人会寻找灵气充沛的地方安营扎寨，神兽也一样。这尊朝风之所以放在地下室，是因为这里是他汲取灵力的灵脉。他真身不在此地，但却通过灵脉汲取着这里的能量。”南星大概听懂了，所以您的意思是，我如果在这里修建疗养院，相当于占了他的地盘。温乐荣点点头，这就好比你们去图书馆占位置，人家都已经把书放在那了，你忽然坐过去，人家能高兴吗？南星，他发现庄园通电视之后，温乐荣好像越来越与时俱进了。而且你也不想想，这栋大楼为什么一直闲置，还不是因为有这么条灵脉压着，
大家不敢在他头上动土。今天也就是我跟你过来了，不然……温乐荣好不容易找到能发挥的地方，立刻喋喋不休起来，直到南星问了一句那该怎么办，才停止吹嘘，挠了挠头。这个……南星明白了，温乐荣这事也没办法。那既然朝风的灵脉不能随便动，这块风水宝地不就浪费了？南星实在不舍得就这么放弃，正想着，温乐荣忽然走到那尊朝风前面，用手拿起来。南星，我想到一个法子。温乐荣道：“只要把那只朝风叫过来，咱们跟他商量一下就行了。”南星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阻止，就见温乐荣紧紧攥住神像，口中念叨着什么。下一秒，包括这间办公室在内的整座大楼忽然颤了两颤。蒲陵正坐在椅子上处理工作，感觉地板晃了2下，赶紧掏出手机查看是不是地震了。结果什么也没有，他皱了皱眉，心想：该不会是最近工作太累，出现幻觉了吧？与此同时，地下室，温乐荣凭一己之力撼动了朝风的灵脉，几乎是眨眼的功夫，那尊用天然蓝田玉打造的神兽雕像便冒出一圈白光，白光有些刺眼。南星本能地侧过头，然后就听到一道尖细的声音响起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胆敢动我的灵脉？”温乐荣不疾不徐地向那朝风一拱手：“在下温乐荣，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”朝风见温乐荣功德加深，没有将他赶走，而是道：“商量可以，但无关人士不能在场。”温乐荣刚想说南星不是无关人士，南星就已经先一步走出办公室，还顺手将门带上了。门外，南星稍稍松了口气。刚才温乐荣去拿尊雕像的时候，他差点以为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，毕竟那是人家神兽部下的灵脉，贸然去动，容易惊扰人家。不过温乐荣本来也是想惊扰人家就对了。南星在外面等了一会儿，约莫10分钟左右，温乐荣从里面飘出来，沾沾自喜道：“搞定了。”南星这么快？他把灵脉放在这里，本质也是为了汲取灵气。我跟他说，这里一旦建成疗养院，相当于造福人类，而且有你布阵施法，他的灵脉不仅不会受到影响，还会更加充沛。温乐荣说的不无道理，只是这些话换他来说不一定有用，毕竟他只是一个玄门出身的小道士，和大将军的分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多谢温将军。南星向温乐荣道谢。温乐荣一摆手：“不是说了吗？你帮我那么大忙，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这才哪到哪。”话虽如此，但南星还是很感激。要是他没有发现这楼里压着朝风的灵脉，贸然建成疗养院营业，指不定后面会发生什么。问题解决后，南星找到蒲陵，将疗养院需要调整的地方悉数告知。蒲陵做完记录，到底还是没忍住，好奇地问：“南星小姐，你刚才有没有感觉地震了？”南星愣了一下，旋即摇头：“没有。”“啊，是吗？那可能是我搞错了。”蒲陵送南星到门口，就在这时，南星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他接起电话，听到那头传来夏嫂心惊胆战的声音：“三少夫人，你现在在哪呀？家里出事了。”南星不知道夏嫂从哪弄来的他的电话，但听他的语气，猜测事情不小，忙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“是二少夫人，二少夫人要带着小少爷寻死。”第167章，要娶的到底是谁？南星皱眉：“寻死？”夏嫂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压低声音：“二少爷带了个女人回来，说要娶她。大少爷听说这事也回来了，家里现在一团乱。关键是二少爷带回来那个女人。”夏嫂顿了顿：“那女人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小姐，长得也很普通。我怀疑二少爷是中邪了。三少夫人，你能回来看看吗？”听到夏嫂说的，南星直觉不对，反问她：“那个女人是短发吗？”“不是啊，是长发。”“知道了，我现在回去。”南星挂了电话，就听温乐荣道：“我对家长里短的事不感兴趣，就不参与了。”
南星想说，本来也没打算让他参与，话到嘴边还是变成：“您是自己回庄园，还是我让若虚道长接您回去？”温乐荣眉毛一挑：“我才刚帮你解决那么大的问题，你就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。”南星解释：“您毕竟是魂体，长时间待在外面会受到污染，我是为您着想。”好，好，好，知道了。温乐荣掏了掏耳朵：“那你帮我打车吧。”南星，路边，南星伸手拦了辆车，对着司机道：“麻烦开到碧水庄园。”司机见南星没有要上车的意思，奇怪地问：“空车去吗？”“嗯。”南星点点头：“麻烦您了。”司机虽然不明白为什么，但也不敢多问，默默把车开上公路。温乐荣离开后，南星又叫了辆车返回傅家。刚进客厅，就听到楼上传来庄韵然歇斯底里的哭喊声：“三少夫人，您可算回来了！”夏嫂显然被吓得不轻，领着南星就上了2楼。房间里，庄韵然抱着傅景天坐在窗边，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。战雪和傅从云还有段清秋等人站在不远处，谁也不敢贸然上前。见南星回来了，庄韵然冷笑：“你们叫他回来也没用，我今天就把话放这，只要正阳娶那个女人，我就带着孩子去死。”傅景天已经哭得没力气了，小家伙眼睛又红又肿，缩在庄韵然怀里瑟瑟发抖。南星作势上前，却被段清秋一把拽住：“南星，别！”他用眼神示意南星不要轻举妄动。庄韵然已经完全疯了，加上他对傅景天本来就没什么感情，抱着孩子跳下去这种事，他绝对做得出来。“没事的，大嫂。”南星语气淡定，言外之意，他不会让庄韵然和孩子有危险。战雪也道：“清秋，让他过去吧。他们可以不相信任何人，但一定不会不相信南星。”段清秋犹豫片刻，还是松开手。眼看南星要过来，庄韵然抱紧怀里的傅景天，威胁：“别过来了，再过来我真要跳了。跳下去值吗？”南星冷不丁问。庄韵然愣了一下，而后道：“哪有什么值不值的？我的人生都被傅正阳毁了，是死是活又有什么区别？”回想起傅正阳领着那个女人走到他面前，言辞笃定说要娶她的样子，庄韵然就浑身发冷。他以为这么多年过去，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却不想傅正阳竟然用这种方式将他钉在耻辱柱上。最荒唐的是，那个女人还不是他一直跟踪的咖啡厅老板。庄韵然的脑子一团乱，只知道傅正阳背叛他了，他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。于是抱着孩子开始寻死觅活。“我是问你，还没弄清楚真相就去死，值吗？”南星盯着庄韵然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：“你就不想知道傅二少为什么要娶那个女人？”庄韵然怔愣片刻，猛然反应过来，他以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问南星：“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？你知道他为什么娶那个女人，是吗？”“南星，你先下来，我就告诉你。”庄韵然有些犹豫，但理智告诉他，如果就这么死了，确实很不值。他知道要弄清楚傅正阳到底喜欢那个女人什么。想着，他抱着孩子从窗台下来，众人这就下来了。他们还以为南星至少要甩张符过去才能让庄韵然消停，没想到就只是说了2句话，就把他劝下来了。这让他们情何以堪？孩子不放下吗？南星微微挑眉，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。庄韵然抿了抿唇，将傅景天放到地上。夏嫂眼疾手快地将傅景天抱起来，轻声哄着：“小少爷不怕呀。”傅景天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嘴巴一撇又要哭。夏嫂赶紧把他抱出房间。庄韵然迫不及待地问南星：“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”“现在还不行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庄韵然的声音再次尖利起来：“死丫头，你耍我是不是？”“韵然！”战雪厉声喝止。南星答应的事不会反悔，你有点耐心。事实上，他也很想知道傅正阳到底在发什么疯。明明昨天庄韵然还跟他说他是看上了一个咖啡厅的老板，结果今天就领回来一个乡下来的女人，说非他不娶。
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庄韵然被战雪这么一吼，也不敢再造次，只得闭上嘴，等南星发话。傅二少人在哪？南星问。在花园，我带你过去。傅从云道。南星让段清秋留下来照看庄韵然，随傅从云来到花园，远远就看到傅正阳和一个女人坐在椅子上。傅正阳皱着眉，正在为女人处理手臂上的伤口。疼吗？不疼，疼就告诉我，我轻点。南星微怔，他来傅家这么久，还从没见过傅正阳这么温柔的一面。他捧着女人的胳膊，动作小心翼翼，说话也轻声细语，和平日里飞扬跋扈的样子判若两人。傅从云却是无声握紧拳头，他身为傅家长子，肩负着长兄的责任，眼下看到傅正阳带了其他女人回来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和他卿卿我我，只觉得无比丢脸。正欲上前阻止，就看到南星先一步走过去，问傅二少，方便借一步说话吗？傅正阳抬头见来人是南星，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，搁外人看就像是反感南星打扰了他的二人世界，但南星知道他是在心虚。傅二少如果现在不方便，那就等你方便了再说。南星气定神闲，摆明了要跟傅正阳把话说清楚。正阳，我没事，你跟他去吧。女人给傅正阳递了个眼神，没有逃避的意思。他知道自己不该出现在这里，时间到了，他还是要回去的。傅正阳不情不愿地起身，临走前伸手轻轻揉了下女人的脑袋，动作极尽温柔。看到这一幕的傅从云脸色铁青。自从父亲娶了后妈，他们兄弟俩在傅家的地位就岌岌可危。这些年他如履薄冰，努力做父亲眼中合格的长子，而傅正阳却整日吊儿郎当，全然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想着，傅从云大步走到女人面前，开个价吧。女人微怔，开什么价？装什么？傅从云一改往日斯文儒雅的形象，对女人沉下脸。你勾引正阳，不就是为了钱？女人笑着摇了摇头。不，我不要钱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。女人没头没尾的一句话，让傅正阳有些茫然。什么叫伤害他的人？谁伤害他了？正想着，女人兀自起身，朝着南星和傅正阳离开的方向走去。你站住！从云，算了。战雪叫住傅从云。原本他和其他人一样，觉得傅正阳是疯了才把那个女人领进门，但看到南星一脸严肃地将傅正阳叫走，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毕竟那丫头不会轻易插手家长里短，除非是和玄学有什么关系。妈，连你也要护着她吗？傅从云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正阳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战雪沉默片刻，道：也许这中间有什么隐情，什么隐情也不能把外面的女人带到家里吧？傅从云不解。我知道他和弟妹关系不好，但他们毕竟还没离婚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不是给傅家抹黑吗？战雪若有所思，看着女人离开的方向，没有发表评论。她自然知道这是影响不好，但她更觉得傅正阳不会没有任何理由的做出这么匪夷所思的事，所以还是得等南星问清楚到底什么情况。另一边，傅正阳跟着南星来到一个安静无人的角落。南星开门见山道：借尸还魂是禁术，无论是施法者还是被还魂的人，都会遭到反噬。傅二少应该清楚吧？虽然傅正阳心里已经做足准备，但冷不丁听他说出借尸还魂4个字，还是心间一颤。他装傻：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南星料到他会是这个反应，眸色沉了沉，道：你借他人身体为甄小姐借尸还魂，却无法蒙蔽天道双眼，他的命迟早是要还回去的。傅正阳握紧拳头，骨节泛着清白。之前他听说南星精通玄学，只当是旁人吹嘘，就连傅青燕起死回生，他也安慰自己是他运气好，赶上了。但此时此刻，当南星在他面前提到借尸还魂和甄小姐时，他没办法再欺骗自己。傅正阳索性不再隐瞒，
咬牙道：“那又如何？就算他多活一时半刻，也是值得的。”南星无奈摇头，但是这样一来，你的气运，包括景天的气运，都会受到影响。一个本该去阴间报道的魂魄，被强行留在人间，本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，但占用活人身体，以活人身份继续生活，就有很大问题了。那属于占了活人名额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傅正阳只知道借尸还魂会遭到反噬，却没想到还会牵连景天，脸色当即一沉，嘴上却还是强硬道：“我不关心那些，我只想让他活着，即使是你的亲生儿子也无所谓吗？”南星步步紧逼，倘若他长时间待在景天身边，轻则使景天体弱多病，重则折损阳寿，也都无所谓吗？南星故意把话说得很重，带了些许吓唬的成分。事实上，被借尸还魂的人，除了有可能被天道发现收回阳寿，并不会直接影响身边人。但这事既然被他发现了，他就不可能袖手旁观。而且他也能看出来，那个女人并没有长久留在人间的打算。她来到傅家，只为报复。傅正阳眉头紧锁，显然被南星问住了。他当然不会无所谓，景天是他的亲儿子，折损他阳寿的事，他做不出来。但是失去心爱的人，亦是他无法接受的事。我可以让他们分开住。傅正阳沉着脸，语气中带着些许挣扎的意味。我会在外面给他安排一个住处，只要他们不住在一起，就没用的。南星打断傅正阳，只要你娶了甄小姐，或是跟她相处，就会被她身上的阴气侵扰，除非你可以保证一辈子不见景天，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。傅正阳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。帮他借尸还魂的萧月禅明明说过，借尸还魂的人不会影响身边人，怎么到了南星这里就换了一种说法？傅正阳见识过南星玄学上的能力，知道他不会信口胡诌，但比起接受现实，他更愿意相信他想相信的。你在骗我！傅正阳语气冰冷，墨眸直勾勾盯着南星。是庄韵然让你这么说的吧？傅二少认为我有什么听命于二嫂的必要？南星微微挑眉，我只是说我该说的，做我该做的，仅此而已。不可能！傅正阳摇头，欣不会影响到任何人，他已经这么惨了，为什么还要被你们针对？他本来就该活着，他不该死，是老天不长眼收错了人。傅正阳越说越激动，你和庄韵然是一伙的，不，你跟整个傅家都是一伙的。你们为了傅家的名声，逼我对庄韵然负责，可我不爱她，一点都不爱。如果不是她当年往我的酒里下药，用手段怀上景天，你以为我会娶她？她根本就不配做傅家的少夫人。傅正阳一激动，将心里话和盘托出。他隐忍多年，不是为了给庄韵然机会，他只是在等一个和真心八字相合的人出现。只要那个短命鬼出现，真心就可以借用他的身体起死回生，然后他们就可以重新在一起。本来他计划的好好的，可南星却忽然出现，打乱了他下的这盘棋。第168章，想报仇，这些我不关心，我只知道景天是无辜的，以及南星顿了顿，已经故去的人就该留在阴间。听到南星面无表情说出这种话，傅正阳既愤怒又绝望。他不明白南星有什么资格审判他，他一个冷情冷血的怪物，根本不懂什么是感情。如果是他心爱的人死了，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心平气和说教吗？傅正阳越想越觉得可笑。他失去心爱的人本来就是件很痛苦的事了，这些人不理解他就算了，还来妄加干涉，凭什么？他们有什么资格？我不会让你带走他的。傅正阳压低声音，法阵已成，他现在已经是活生生的人，没人能碰他，包括你。南星仍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。我不会带走他，但天道会，何况他本来也没想留在你身边。傅正阳蹙眉，紧接着一个箭步冲到南星面前，捏住他的肩膀。你说什么？他没想留在我身边是什么意思？他费尽千辛万苦才让真心活过来，他难道不该珍惜吗？
他们曾经明明那么相爱，他也知道自己是借用别人的身体，占用了别人的名额。南星直视傅正阳的双眼，这世上的活人是有定数的，他不去阴间，就有一个本该来阳间的人来不了。你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但他明白，所以他不打算久留。傅正阳显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他以为真心和他一样，盼望着这一刻的重逢，期盼着和他长相厮守，白头到老。我不相信你说的，你们都在骗我。傅正阳摇头，欣欣不会扔下我的。傅二少，醒醒吧，甄小姐没你想的那么自私，你留不住她的。傅正阳闻言陷入沉默。就在南星以为他想通了的时候，男人忽然伸出双手，狠狠掐住他的脖子。他怒道：“该清醒的人是你吧？”事发突然，南星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感到一阵窒息。傅正阳理智全无，只当南星是阻碍他和所爱之人团聚的罪魁祸首。你是傅清燕的女人，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信。只要你死了，她就会嫁给我。傅家也是我和我哥的。傅正阳力气很大，南星感觉自己几乎要被拎起来。他用仅剩的力气掐了个诀，正准备对傅正阳施法，忽然一个人影冲过来，将傅正阳一拳打翻在地上。定睛一看，是傅从云。傅正阳，你疯了！傅从云看着倒在地上的傅正阳，满眼不可思议。他这个弟弟虽然平日里跋扈了些，但绝技不是会出手伤人的性格，尤其南星还是个女孩子。傅从云坚信她是被什么人蛊惑，才会丧失心智，做出这么离谱的事。战雪从远处跑过来，见南星捂着脖子，连忙问他怎么样，伤到没有？我没事。南星摇了摇头。方才傅正阳出手时，他也有些始料不及，仔细看了他的面相，才发现他脸上染着淡淡黑气，应该是受到真心影响，才会短暂失去理智。傅正阳，你看看自己做的什么事？战雪原本还保持着理智，此刻见傅正阳对南星动手，终于忍不住对着他道：“如果你再这么发疯下去，就趁早滚出傅家。傅家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”傅正阳抬眸看向战雪，眼底满是轻蔑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”此话一出，战雪愣住了。他知道傅正阳打心里并不认同他的身份，但平日里也都是顾及着面子，不会像现在这样直接说出来。傅正阳踉跄着爬起来，擦掉唇边沁出的鲜血：“你以为嫁给我爸就是我妈了？我妈是姚希言，也只有她一个人。你这个外人，少来多管闲事！”傅从云忍无可忍，一把拎住傅正阳的衣领：“傅正阳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为了一个女人，你对弟妹出手，对母亲出言不逊，你是想上天吗？”傅正阳全然不在意傅从云怎么说，他轻笑：“你呢，傅从云？你装的不累吗？是不是我不把你干的那些事抖落出来，你就真当自己是正人君子了？”傅正阳笑容玩味，唇边鲜血为他那张英俊的脸平添一份邪气。傅从云心底生寒，他从没见过傅正阳这个样子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夺了心智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，远处一抹高大的身影走来。“先生！”看到傅玉生，佣人纷纷低头问好。傅玉生携着一身低气压走到傅正阳和傅从云面前，让这场闹剧戛然而止。“爸！”傅从云低着头，30几岁的人在傅玉生面前却气势全无，俨然一个小孩子。傅玉生看着两人，冷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人在外面，忽然接到电话说家里出事了。他紧赶慢赶回来，一眼就看到2个儿子大打出手。傅正阳的性子他了解，平时就玩世不恭，没个正形，但傅从云动手是他没想到的。没等傅从云开口，傅正阳便扯了下领口，摇摇晃晃走到傅玉生面前，下颌微扬道：“我要和庄韵然离婚。”傅玉生皱眉：“就因为这个，你们兄弟俩就动手？这你要问傅从云了。”傅正阳冷笑：“这是我的私事，他凭什么管我？”傅从云迈步上前解释：“他不只要跟弟妹离婚，他还要娶别的女人。”“什么？”傅玉生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是，我要娶她。傅正阳表情坦然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可以不办婚礼，先领证。听着傅正阳说出如此毁三观的话，傅玉生再也忍不住，一巴掌打在他脸上。傅正阳被甩了一巴掌，脑袋嗡嗡作响。他甩了甩脑袋，再次看向傅玉生：“你就算打死我也没用，我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，谁也拦不住我。你……”傅玉生被傅正阳气得胸闷气短，他忍着掌心火辣辣的疼，蹙眉问：“那个女人是谁？你们多久了？你这么做想过景天吗？”傅正阳早知道傅玉生会这么说，冷笑道：“就是因为想过，才不想这样下去了。庄韵然在家里什么样，你们也知道，她根本不管孩子，孩子都是保姆带，有她没她没两样。她给我下药怀上景天，自始至终都当她是工具，我换个人来照顾景天，难道不是件好事？”傅玉生闻言欲言又止，似乎无法反驳。当年庄韵然怀孕和傅正阳纠缠，他作为傅家家主，优先考虑的不是傅正阳的感受，而是傅家的口碑。他认为傅正阳把人家的肚子弄大了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都该对人家负责，所以他强行要求傅正阳娶了庄韵然。但是3年过去，他发现自己当初大概真的做错了决定。婚后，庄韵然当起甩手掌柜，对景天的衣食住行不闻不问，全权交给保姆管理。夫妻俩的感情也没有在朝夕相处中升温，反而越来越差。而现在，他最先想到的也是傅正阳扭头娶别的女人会对傅家造成怎样的影响。我今天回来是通知你们，不是跟你们商量。傅正阳道：“我要娶真心，如果你们不同意，就断绝关系。”正阳，傅从云被傅正阳吓到了。断绝关系这种话，亏他说得出来。就他那不学无术的样子，没了傅二少的身份，在外面怎么混？然而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傅玉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暴跳如雷，而是问：“你刚刚说你要娶谁？”真心。傅正阳一字一句：“我要娶真心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傅玉眉头一紧。战雪连忙解释：“是重名。”他刚知道那个女人叫真心的时候，也吓了一跳。傅玉生没说话，倒不是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。傅正阳的前女友叫真心，他发疯找个同名同姓的女人也说得过去。只是他之前暗中调查傅正阳出轨对象的时候，明明记得那个女人姓肖，是个咖啡厅老板。这才多长时间，又换人了？傅玉生想不明白，索性不想了。他做了个深呼吸，对佣人道：“去把他关起来，我看你们谁敢碰我。”傅正阳一声厉喝，把刚要靠近他的佣人吓得往后退了几步。一直默不作声的南星见势头不对，默默掏出一张定身符。他是不想对傅正阳动粗的，但如果不控制住傅正阳，就没法好好盘问真心。战雪似乎也注意到他的小动作，在迎上他目光时点了点头，予以默许。这下南星便没有什么后顾之忧。在傅正阳抬腿准备逃离佣人的包围圈时，南星神不知鬼不觉将符纸甩过去。符纸碰到身体的瞬间，傅正阳刚刚抬起来的腿停在半空中，定住了。傅正阳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他咬紧牙关道：“南星，别以为你是傅清燕的未婚妻，我就不敢动你。那傅二少打算怎么动呢？”南星走到傅正阳面前，看着他略显滑稽的样子，勾了勾唇，动动嘴皮子嘛。傅正阳一口气差点绝过去，他深呼吸，命令道：“快把我放开，现在还不行。”南星道：“委屈傅二少先在这里站一会儿了。”紧接着，他用余光扫一眼那个躲在暗处偷听的女人，对傅玉生和战雪道：“我去和甄小姐聊聊。”远处，女人见南星向自己走来，下意识转身，然后就听到南星问：“甄小姐也想像傅二少一样，尝尝定身符的滋味吗？”听到南星喊自己的名字，女人心里咯噔一下，脚步随之顿住。南星走到她面前，女人穿着朴素，容貌普通，平凡到放到傅家会被当成佣人的程度。但南星知道，这只是她的皮囊。
你这具身体的主人叫夏梅，家里是务农的，因为寿数已尽，且八字跟你相合，被傅二少选来做你借尸还魂的工具，并且成功了。南星娓娓道来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你并不想一直留在阳间。面前这个女人虽然借了夏梅的身体，但眉眼间对于这具肉身的渴望并不深。此次来傅家，应该是另有目的。真心抿了抿唇，感觉到南星道法高超，他没有隐瞒。我知道借来的身体用不了多久，也会影响身边的活人，所以只要完成心愿，我就会走。你的心愿是什么？南星问。似是被戳到痛处，真心握紧拳头，道：我要让那个女人付出代价。你是说庄韵然？听到庄韵然的名字，真心猛地抬头。你都看出来了。南星不置可否，淡淡道：他眉心有血债，是你的。你和傅正阳一见钟情，深爱着彼此，你们本该结婚生子，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但在你们快要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庄韵然害你惨死，用计怀上傅景天，成为傅家的二少夫人。南星掐算着真心的命数，喃喃道：你心中有怨，徘徊人间不肯投胎。碰巧的是，傅二少也没有放弃，他不能接受你骤然离世。这些年一边调查你的死因，一边寻找借尸还魂的方法。终于，他找到一个能帮他完成阵法的人。749天，加上傅二少的指尖血，他的执念和你的怨气交织在一起，促使阵法完成。现在你用着夏梅的身体，又可以和傅二少在一起了。闻言，真心只觉得后背发凉。他的魂魄和这具身体还没有完全融合，又是个被阴间记录在册的人。刚才看到南星的第一眼，就觉得浑身不舒服，直到他对傅正阳甩出那张定身符，才确定了他道士的身份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能看破他身体里的魂魄，把他经历的一切如实道来，明显不是一般人。我知道这是违背天道的行为，也知道你不会允许我这么做。真心顿了顿，忽然上前一步，握住南星的手，露出坚定的表情。但是我真的很想报仇，我不需要太长时间，哪怕只有2-3个月也好，只要找到庄韵然害我的证据，把他们公之于众，我就会离开。第169章，比撞邪更严重。南星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，确定他除了报仇之外没有害人之心，才道：其实不用这么麻烦。真心一怔，什么意思？庄韵然对你下手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，想找到证据并不容易，即使找到了，以你的性格也不想把他送进监狱，不是吗？真心闻言眸光闪烁，庄韵然入狱，意味着傅正阳和傅景天乃至整个傅家都会受到影响。这个后果他不是没想过，他只想对付庄韵然，却不想连累其他人。那怎么办？真心有些绝望。我也知道找证据很难，但如果没有证据，正阳应该不会相信的。虽然傅正阳和庄韵然没有感情，但毕竟做了3年夫妻，又有了孩子，他总不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那个女人扣上杀人犯的帽子。这简单。南星道：让他自己把当年做过的事说出来就好了，让他自己说。真心性眸睁大，他怎么可能承认呢？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南星所说的办法，自然不是用真言符让他承认，毕竟真言符也是有反噬作用的，而且反噬效果会根据对方真话内容的严重程度来划分。他还不至于为了一个庄韵然把自己搭进去。真心一心想着报仇，也不在乎南星用的办法是什么，只要能把他干的事公之于众，怎样都行。好，对了，真心垂眸，刚才的事，对不起，刚才的事，真心。聂如，正阳对你动手的时候，我没拦着，他知道以他的身份，只要出面制止，傅正阳一定会听他的，但他怕南星耽误他的计划，便没有上前。没关系，南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傅二少也是受阴气影响才做出那种事，等你完成心愿转世投胎，他会恢复正常的。真心没想到他的存在还会影响傅正阳的心智，顿时有些后怕。
正准备向南星道谢，就见南星转身离开了。南星回到别墅时，听到战雪正在和傅玉生讲话。他现在能因为那个女人跟真心同名同姓就娶她，以后就能做出更过分的事来。而且你不觉得他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吗？想到傅正阳让他不要多管闲事的样子，战雪心有余悸。一家人面子工程还是要做的，就像他。明知道傅从云和傅正阳没把她当傅家的女主人，仍然对他们和颜悦色。但今天傅正阳明显已经触碰到警戒线，傅玉生眉头紧锁，显然还没从傅正阳又换了个女人这件事中抽离出来。明明他们傅家的男人都是忠贞不二的，怎么到了傅正阳那里就变样了？老公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傅玉生收回思绪，不答反问。你昨天不是跟我说，正阳看上了一个咖啡厅老板？是啊，我之前调查过，正阳一直接触的那个咖啡厅老板叫萧月婵，不是他带回来这个。傅玉生说完，战雪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傅正阳带回来的那个女人不是咖啡厅老板，那咖啡厅老板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隐情。傅玉生道。他总不会真的因为那个女人和真心同名同姓，就移情别恋到她身上。南星听着两人的对话，上前道：“不是同名同姓。”夫妻俩循声回头，正奇怪南星什么意思，就听他道：“那个女人就是真心。”一句话让两人冒出一身冷汗。傅玉生平复了一下情绪，反问南星：“你说她是真心，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？”南星点头，傅二少借尸还魂成功了。那个女人身体里是甄小姐的魂魄。战雪被吓到了，下意识抱住傅玉生的胳膊。那个女人是借尸还魂，所谓借尸还魂，就是借死人的身体复生。那不就说明他刚才看到的那个女人其实是个死人？叔叔阿姨不用害怕。虽然是借尸还魂，但甄小姐并没有害人之心，只是想了却心愿。南星将真心的意图告诉两人。听完南星说的，战雪愣在原地，久久失语。过了好一会儿才问：“所以真心是被晕然害死的？”南星不置可否。之前我说二嫂眉间有血债，可能就是和这件事有关。这下傅玉生和战雪都不淡定了。庄韵然作为儿媳，他们本该袒护，但现在她摇身一变成了杀人犯，那性质就变了。而且他们还记得那个叫真心的女孩子，长得乖巧可人，看到他们时会甜甜的笑。当初傅正阳把人领回来的时候，两人还是很喜欢的，只是天意弄人。那孩子年纪轻轻就，他人呢？我想去跟他说说话。庄韵然眼眶泛红，这会儿也不在乎对方是不是借尸还魂了，只想问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佣人领着战雪去找真心。傅玉生叹了口气：“南星，这次又要麻烦你了。”南星笑了笑：“一家人谈不上麻烦。”傅玉生微怔：“南星刚才说一家人，他已经把他们当一家人了吗？”正惊讶于南星的改变，傅玉生便听到他说：“甄小姐为了景天的未来着想，并不希望二嫂有牢狱之灾，所以这次的事我会用另外的方法解决。”傅玉生对南星100%信任，点头道：“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”入夜，花园里传来傅正阳绝望的声音：“你们几个是聋了吗？我说什么听不见？去把南星给我叫过来，让他把我身上的符纸拿下去。”佣人面面相觑，小声道：“不行啊，二少爷，先生交代过了，没他的允许，不能把符纸拿下来。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？”傅正阳崩溃了，他已经保持着一条腿抬起来的姿势好几个小时，太阳都下山了，他还在这儿站着，这比打他一顿还可怕。我们也不太清楚。佣人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干脆就装傻充愣，不说话了。傅正阳发出啊啊啊的叫声。佣人傅青燕刚回家，就听到花园里隐约传来叫声。他抓住路过的夏嫂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夏嫂感觉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便道：“您还是去问三少夫人吧，反正定身符是南星给她用的，
没人比他更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傅青燕觉得好奇，还是去花园看了一眼，结果就看到月光下，傅正阳抬着一条腿，正在玩金鸡独立。傅正阳远远看到傅青燕，就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连忙道：“阿燕，你过来。”傅青燕不明所以，走到傅正阳面前：“二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傅正阳欲哭无泪：“你看我身后是不是有张符纸？快帮我拿下来！”见傅正阳要搬救兵，佣人想要制止，却被他一个眼神吓退。先生的命令，他们固然不敢违背，但傅正阳他们也是得罪不起的。万一傅正阳恢复自由，把火气撒到他们身上，那就是无妄之灾。倒不如借着傅青燕来看他，把责任推卸到他身上。傅青燕绕到傅正阳身后，果然发现他背上贴着一张符纸，正准备撕下来，忽然想到什么，不对，什么不对？没有哪里不对，你赶紧，这是南星给你贴的。傅青燕重新绕回到傅正阳面前，气定神闲道：“既然是他给你贴的，那肯定有他的道理，我不能随便拿下来。”傅青燕勾了勾嘴角：“二哥没什么事了吧？”“没事，我就回去了。”“等一下！”傅正阳强压怒火：“你什么时候这么听他话了？你不是一直不把他当回事吗？”“谁跟你说的？”傅青燕挑眉：“我们都订婚了，她是我未婚妻。二哥不要以己夺人啊！”傅正阳本来就一肚子火，听到他这么说，火气一下子窜上天灵盖。他记得傅青燕明明是个少言寡语的性子，怎么订婚之后忽然变得这么毒舌了？“阿燕，我是你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”傅正阳没办法，只能搬出身份道德绑架傅青燕：“我已经在这儿站了一天了，真的受不了了。你就算想当妻管严，也犯不着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。”“原来你都站一天了呀！”傅青燕佯装惊讶。就在傅正阳以为他被自己说动时，那说明你确实犯了很大的错误。傅青燕一本正经分析：“不然以他的性格，也不会让你站那么长时间。”“傅青燕，我还没吃饭，有点饿，先回去了。”傅青燕说完就要走，傅正阳慌了，怕傅青燕一走他真要站一宿，只得放低姿态道：“我跟南星是有点误会，你先把我放开，我可以跟你解释。”傅青燕显然不想听傅正阳的一面之词，背对他挥了挥手，颀长身影消失在花园尽头。傅正阳深呼吸，险些将后槽牙咬碎：“傅青燕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能动了，看我不把你……”啊！话没说完，花丛里忽然飞出一只马蜂，直冲他而来。佣人们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直到傅正阳的脸被马蜂蛰了一下，发出惨叫，才回过神来，手忙脚乱地去通知傅玉生。结果几分钟后，佣人拎着医疗箱回来，说先生发话了，让他们帮傅正阳处理伤口，然后继续罚站。傅正阳的心彻底死了。傅青燕回到别墅，想了想，还是先去了南星的房间。他想知道他和傅正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来到房间门口，傅青燕敲了敲门，听到里面传来一声“请进”。他走进去，看到南星正蹲在地上翻东西，都是些元宝纸钱、香灰大米之类的。傅青燕感觉后背有点凉。虽然在傅家没人拦着南星搞这些东西，但是大晚上把他们都摆出来，明显是出什么事了。南星没抬头，专心清点着道具，直到傅青燕问了句在做什么，才后知后觉抬起头：“你来了。”南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反过来问他：“找我有事？没事就不能找你了。”傅青燕倚在旁边的桌沿上，双手环在胸前，看着南星的动作，下意识问：“家里有人撞邪了？”他摆弄的那些东西明显就是用来驱邪的。南星将东西全部塞进袋子，道：“比撞邪更严重。”傅青燕微微皱眉：“比撞邪根更严重？难道是被鬼上身了？”正想着，南星站起来，傅青燕也在这时发现，南星今天穿了一件高领针织衫。别墅里温度不低，
穿短袖都不觉得冷，一般人都不会捂这么严实。而且傅青燕记得，她从没见过南星穿这件衣服，又是战雪送的吗？衣服新买的？傅青燕问。南星愣了一下，顺势答：战阿姨送的。猜想得到证实，傅青燕有些无奈：穿这么多不热吗？不热，可我看着很热，我天生体寒。南星用三言两语将傅青燕噎回去。傅青燕似乎也已经习惯这种有去无回的聊天方式，话锋一转：傅正阳怎么欺负你了？他没欺负我。南星犹豫片刻，想到傅家的事，傅青燕早晚会知道，索性将傅正阳借尸还魂的事告诉他。傅二少受阴气影响，神志不太清醒，对战阿姨出言不逊，所以被傅叔叔在庭院里罚站。南星避轻就重，丝滑掠过傅正阳发疯掐他脖子的环节。他不是个喜欢诉苦的人，而且问题都已经解决了，他也没什么损失，就更不需要将这种容易影响感情的事广而告之了。听到南星的叙述，傅青燕眉头微蹙，表情有些凝重。南星以为他是被借尸还魂吓到了，谁知下一秒，傅青燕忽然问：是谁帮他借尸还魂的？南星一愣，他以为傅青燕的关注点会在傅正阳身上，就算不在傅正阳身上，也应该在那个死而复生的女人身上，却没想到，他最先抛出的问题竟然是这个。那个人叫萧月禅。南星道：我查了他的身份，他表面是一家咖啡厅老板，实际是太和宫出身的道士。太和宫？傅青燕指尖轻轻敲打桌面。你是说他和玄天师出同门？第170章。这一拳，我替他还给你。经过镜像世界的事，他对玄天也有了大致的了解，知道他之前是在太和山上修行，原本师出正道，却半路走火入魔，跑去修习邪道，如今在2个世界来回乱窜，祸乱人间。所以在听到太和宫3个字时，他立刻就想到了那个差点害他和南星交代在镜像世界的家伙。南星点点头，太和宫本是名门正派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横生枝节，出了玄天那样的人物，所以萧月禅搞借尸还魂那一套也不稀奇。太和宫的人碰邪道确实不奇怪。傅青燕顿了顿，奇怪的是，二哥是怎么认识他的？傅正阳一个玩世不恭的富二代，花钱找一些京城有名的道士倒是说得过去，但萧月禅明显不是有名的道士，这说明傅二少在玄门中有人脉。南星道出傅青燕心中所想，当初傅青燕被人下死咒，傅家人最先怀疑的是他工作中的竞争对手，却忽略了他和傅正阳也有竞争关系。傅氏家大业大，继承人却只有一个。对傅从云和傅正阳来说，傅青燕毫无疑问是块绊脚石。只是傅家人当时查过，被恶灵界身的廖峰和他们并无来往，因此2人的嫌疑很快就被排除了。应该不是他。傅青燕口中喃喃，显然也在思考幕后黑手的事。我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他有很多机会害我，一次失败还可以再来一次，没必要等那么久。而且我也不觉得他会歹毒到那种程度。南星歪头看他，像是在问何出此言。虽然我们关系不亲近，但好歹是一起长大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明显就是个恋爱脑，对工作完全不感兴趣。如果是我女朋友死了，我肯定会让他安心去，不会搞什么借尸还魂，让他顶着别人的身体跟我谈恋爱。末了，傅青燕还不忘用3个字总结：太变态。南星，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傅青燕向南星寻求认同。对，很对。南星点头。其实他也觉得下死咒的事不是傅正阳干的。他看过傅正阳的面相，鼻头2侧金甲气不足，做事多逞一时之快，山根有志，容易有物理上的婚外情。总之就是个没什么脑子的公子哥，和心机城府扯不上关系。这样的人筹谋许久，暗害兄弟性命，他是不信的。也许只是巧合吧。南星不想无端给任何人扣帽子，
但还是长了个心眼，准备抽时间和那个萧月禅见一面，探探口风。他看了眼时间，觉得差不多可以开始计划了，拎着那袋子道具道：“我出去一趟，又出去。甄小姐死亡一事和二嫂有关，我要让她亲口承认。”南星道：“你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一起来看看。”傅青燕跟着南星离开房间，其他人显然也得了南星的指令，都在这个时间集中在影音室，其中也包括真心。女人站在角落里，一个人孤零零的，除了战雪偶尔跟她说话，其他人都不敢靠她太近。阿燕，傅从云走到傅青燕身边，面色沉重：“正阳今天确实太过分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傅青燕愣了一下，没明白什么意思。傅正阳借尸还魂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见傅青燕表情茫然，傅从云也有些奇怪：“南星没跟你说吗？说什么？”确定傅青燕是真不知道。傅从云叹了口气道：“南星可能是戳穿了他借尸还魂的事，他受了刺激，就对南星动了手。他对南星动手。”傅青燕眉头一皱，脑海中闪过南星奇怪的装束，忽然意识到什么，脱口问：“他掐南星了？你不是不知道吗？”傅从云有点懵。傅青燕没说话，而是大步走到正在调视监控的南星面前，拽着他的手腕将他带到一边。在南星奇怪的表情中，傅青燕翻开他的衣领，借着头顶的灯光，他看到南星脖子上有几道很明显的掐痕，这种程度的痕迹应该是下了死手。南星没想到傅青燕会忽然冲过来翻他的衣领，下意识将他推开，捂住脖子：“你不要动手动脚。”傅青燕，他只是确认证据而已，怎么就成动手动脚了？再说，不是他邀请他一起睡觉的时候了是吧？傅青燕沉着脸问：“是二哥干的？”南星避开男人的目光，淡淡道：“他是被阴气扰乱了心智，不是故意的。”“我管他是不是故意的。”傅青燕说完，转身就走。此时，另一边，佣人已经帮傅正阳处理完脸上的伤口。吗风的威力不可小觑，傅正阳的脸以极快的速度肿成猪头。佣人们看着傅正阳这个样子，觉得既可怜又好笑。见那些人嘴角都快压不住了，傅正阳气急败坏道：“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能动了，你们都没好果子吃。”就在这时，他看到傅青燕的身影去而复返，男人大步往他这边走，月光洒在身上，为男人高大的身形勾勒出一层清冷的光晕。以为傅青燕是回来给他解禁的，傅正阳喜出望外，火辣辣的脸挤出一抹笑容：“阿燕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忍心看我这么站着。”“傅正阳话没说完，脸上就结结实实挨了一拳。他的身体被定身符控制着，还不了手，直挺挺倒在地上。“三少爷！”佣人们吓坏了，想上前又不敢。之前他们目睹傅正阳掐南星的脖子，眼下大概也能猜出傅青燕是知道了这件事过来寻仇的。只是他们记得三少爷和三少夫人的关系好像很一般呐。“傅青燕，我是你哥，你竟然打我！”傅正阳躺在地上，仍然保持着一只脚迈出去的姿势，再配上那张肿胀的脸，莫名有种丧失变异的感觉。他咬着后槽牙说出这句话，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傅青燕，弱小可怜又无助。傅青燕自上而下看他：“不是你先对我未婚妻动手的吗？这一拳是我替他还给你的。”傅正阳愣了一下，旋即冷笑：“我就知道那丫头没有看上去那么单纯，我不过跟她闹了点小矛盾，她扭头就去跟你告状。不是她，是大哥告诉我的。”傅青燕屈膝蹲在傅正阳面前：“而且我也不觉得你们只是闹了点小矛盾，那么重的掐痕，也难怪他在家里还穿个高领。”傅正阳浑然不觉自己一个大男人对女人动手有什么问题，反而言之凿凿：“我想娶谁是我的自由，他一个还没嫁进傅家的外人对我指手画脚，吃点苦头也是应该的。”傅青燕知道傅正阳这会儿脑子不清醒，说出的话都是凭借本能，也不再跟他废话，
直接将他翻了个面，拿下他背上的符纸。傅正阳只觉得僵硬的身体忽然松懈下来，但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，肌肉又酸又疼，即使符纸拿下来，也很难自由行动。用我扶你起来吗？傅青燕明知故问。傅正阳自然是不想求助傅青燕的，但他尝试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，只得硬着头皮道：“扶一下。”傅青燕将傅正阳搀扶起来，给佣人使了个眼色。佣人赶紧上前，从他手里接过傅正阳。傅正阳站稳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问真心在哪。他在影音室。傅青燕道：“你干的事，全家人都已经知道了，只有庄韵然还被蒙在鼓里。他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女人就是真心本人，随便他知不知道。”傅正阳毫不在意，反正这个婚我是离定了。既然他敢借尸还魂，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如果家里人接受不了，他就断绝关系，带着真心远走高飞。离婚的事先往后放，在这之前，你还要先配合看一出戏。傅正阳微怔，看戏。傅青燕点点头，迈步走远。南星调好监控，就去找庄韵然了。庄韵然在段清秋的安抚下，情绪没那么激动了，但还是很绝望。其实他很清楚，他和傅正阳回不去了。但凡男人对他还有一丁点感情，都不会随便抓个村姑回来顶替他的位置。他就是恨我，想报复我。庄韵然眼睛红得像兔子，明明他出轨的是那个姓肖的女人，却领了个跟他前女友同名同姓的村姑回来羞辱我。同样的话，庄韵然已经说了800遍，段清秋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与此同时，南星敲了敲门走进来：“二嫂，时间到了，跟我来吧。”看到南星，庄韵然眼前一亮。南星跟他说，傅正阳之所以出轨，就是因为他的血债没还清，只要他把自己当年的都说清楚，再烧纸钱给那个女人，就能洗清罪孽，让傅正阳回心转意。换做以前，庄韵然未必会信，但他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也只能冒险一试。庄韵然跟着南星来到花园一隅，空地上放着一个炭盆和一些祭品，除此之外，前面还有一个小碗，里面装着大米，上面插着3支香。庄韵然莫名觉得后背发凉，他环顾四周，问南星：“我只要把我当初做过的事说出来，正阳就会回心转意吗？还要诚恳的道歉？”南星道：“只有那个人原谅你，傅二少才会恢复正常。”庄韵然点点头，表示他知道了。一会儿我会在那边守着。南星指着远处的秋千，意思是他离得远，不会偷听。庄韵然放下心来，他干的那些事确实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一旦知道了，别说傅正阳会恨死他，公婆肯定也不会留他。那我过去了。好。南星走后，庄韵然按照他说的，用打火机将3支香点燃，然后跪在炭盆前面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旁边的草丛里，一个提前放好的隐形摄像头正在实况转播。影音室里，大屏幕上显示出庄韵然跪在地上的画面。就在这时，傅从云的女儿傅乔伊跑进来，气喘吁吁道：“救命！外面有个猪头男！”段清秋皱眉：“依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猪头男？”傅乔伊平复了一下呼吸，道：“我刚才去花园，看到一个脸像猪头的男人，可吓人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影音室的门被推开，傅青燕领着傅乔伊口中的猪头男走了进来。直到这时，傅乔伊才发现，他看到的不是什么猪头，而是他的二叔傅正阳。其他人看到傅正阳的脸也吓了一跳：“二弟，你脸怎么了？怎么肿成这样啊？不会毁容吧？”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，真心更是直接冲过来：“正阳，你脸怎么回事？是被打了吗？”傅正阳刚想解释，就听傅从云对傅青燕道：“正阳对南星动手是他不对，但你把他打成这样，下手也太狠了。”傅青燕：“关他屁事！他这明显不是被打的，是被马蜂蛰的。”一群人里，只有战雪还保持着理智。众人很快也反应过来，
傅正阳在花园里站了一天，被马丰哲一口也合情合理。二叔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没认出是你。傅乔伊吐了吐舌头，向傅正阳道歉。傅正阳摆了摆手，旋即轻捏真心的肩膀：“我没事。”在女人面前，傅正阳的满身戾气总会不自觉收起来，变得十分温柔。傅从云再次皱眉，对傅正阳旁若无人的行为感到无奈。咦，这不是二婶吗？傅乔伊一眼就看到屏幕上的庄韵然。此刻，庄韵然已经将元宝纸钱放到炭盆里，用打火机点燃，火光明明灭灭，打在庄韵然脸上。依依，你先出去，这里没你的事。段清秋不想让女儿参与这种事，把她往外推。我不要。傅乔伊一口拒绝。我也是傅家人，凭什么不能看？段清秋有些尴尬。傅乔伊扬起下巴，葡萄似的眼珠看向傅正阳和真心。我已经不小了，你们不要总把我当小孩子。我知道二叔和二婶要离婚，要和这个女人结婚。依依，让她一起看吧。傅清燕发话，依依是个机灵鬼，现在瞒着，以后也会知道。谢谢三叔，改天我请你吃肯德基。傅乔伊像小大人似的对傅清燕许下承诺。花园里，庄韵然见火已经烧起来了，对着三炷香拜了几拜，颤抖着声音道：“真心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当年我不该害你。”呼啦啦，几乎是在他说出这句话的瞬间，一股冷风吹过，将地上没烧完的纸钱吹得漫天飞舞。庄韵然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，他谨记南星说的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许逃跑，等三支香熄灭才能起身。但奇怪的是，风明明都吹过来了，香也没灭，青烟竖直而上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庇护着。庄韵然不敢耽搁，赶紧交代罪行。第171章，他的话全被听见了。对不起，真心，是我蛇蝎心肠，一直嫉妒你。当年你和正阳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每天都想着怎么让你消失。我也劝过自己不要插足你们的感情，可我真的太爱他了。庄韵然吸了吸鼻子，眼睛里闪着泪花。于是我开始抹黑他，P各种他出入风月场所的照片，用匿名号码给他发暧昧短信，想利用误会让你们分开。谁知道你居然不信。后来我又想了很多挑拨离间的方法，都没成功。你们之间的感情太牢固了，牢固到我用尽全力都无法撼动。我本来都想放弃了，是有一次思妍跟我说，司明阳给你检查身体的时候，发现你不容易怀孕。我想着，正阳是傅家的二少爷，总要传宗接代，你嫁给他就是害了他。庄韵然说着，搓了搓冰凉的双手。明明面前的火盆还烧着，但他一点都不觉得暖和，反而越来越冷。所以我就策划了一场车祸。庄韵然说到这里，声音不自觉压低，但草丛里的收音设备还是将他说的话清清楚楚录了进去。影音室里，傅正阳听到庄韵然做出这种事，震惊地愣在原地。先前他只是以为庄韵然有心机，给他下药怀上傅景天，母凭子贵上位，却没想到真心的死也跟他有关。看到傅正阳的手不自觉捏紧，真心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袖，示意他不要冲动。傅正阳是个暴脾气，他怕他做出什么不可控的事来。花园里，庄韵然继续道：“不过天地良心，我没打算撞死你，只是想把你撞成残废，这样你就没法嫁给正阳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你撞断一条腿，正阳还是不肯放弃你。看着他在医院里陪你复健，听着他说永远不会抛弃你，哪怕你瘫痪了也要娶你，我才意识到，能让你们分开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你不是你了。只有你变了，正阳才会真正放下你，才会接受别的女人。”庄韵然说到这里，似乎回想起当年在阴暗的角落里像爬虫一样嫉妒着真心的日子。他咬紧后槽牙，火光跃动，映照着眼底的不甘。于是我想出第二个计划，我在给你送的食物里下了微量的，几乎检测不出的毒素。你身子弱，长时间服用那些东西，
人会变迟钝。如果你真的吃了，傻了，就不是郑阳喜欢的那个人了。他天天看着一个痴傻的女人，早晚会厌烦，不可能守着你一辈子。但是你居然就那么死了。庄韵然睁大双眼，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我明明下了很少的剂量，根本不至于要你的性命，可你的身体实在太差了，各种并发症一起发作，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了。说实话，那个时候我有点害怕，怕你真是被我毒死的。但是1天过去，2天过去，1个月过去，也没人来找我。医院定性你是截肢后感染不幸身亡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阻碍我的人没了，下一步计划就是让郑阳爱上我。但我到底还是低估了他对你的感情。你去世后，他就彻底消沉了，天天泡在酒吧里买醉。我找不到机会，只能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往他的酒里下了点东西。那一晚，我如愿以偿，成功怀上了他的孩子，并用孩子对他死缠烂打。那时候的他大概也是死心了吧，被副总和副太太一逼，就跟我结婚了。庄韵然2只手撑在地上，身体前倾靠近火盆。真心，我做过的事就这么多，除了这些就没有其他的了。我承认自己罪孽深重，但你既然都已经死了，是不是能放过我呢？话落，面前的火盆烧得更旺，火苗窜起来，差点燎到庄韵然的头发。庄韵然惊恐地跌坐在地上，向后挪了几寸。你别生气呀，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人们不是都说人鬼殊途，既然你已经死了，就肯定没法跟郑阳在一起了。而且你也看到了，郑阳受你的影响，竟然要跟一个和你同名同姓的村姑结婚，这难道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庄韵然咽了咽口水，继续游说。要不这样，这辈子你先把他让给我，等下辈子你们再在一起，到时候我就不跟你抢了。我保证，以后每年都去墓园看你，给你烧房子烧车子，让你做最富裕的鬼。影音室里的傅正阳听到这些，再也控制不住，转身就往外走。他要杀了那个女人，就算他是景天的亲生母亲也没用。他害他心爱的女人断腿惨死，这笔账他们必须算清楚。郑阳真心想去拽傅正阳，却扑了个空。男人几乎失去全部理智，裹着一身戾气冲了出去。快让人拦住他！傅玉生眉头紧锁，生怕傅正阳一时上头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。不用拦了，战雪道，南星在花园呢，他动不了手。小丫头定身符的威力他可是见识过了，他要是敢对庄韵然下死手，南星肯定会制止。庄韵然交代完自己的罪行，再次看向面前的3炷香，果然如南星所说，燃烧的香熄灭了。庄韵然如释重负，香灭了，就说明真心原谅他了。然而，莫等他开心几秒，就听到身后传来傅正阳的声音：“庄韵然，去死吧！”闭目调息的南星耳朵一动，睁开双眼，就见傅正阳携着一身怒火，径直走向庄韵然。庄韵然吓坏了，连忙抱住脑袋。他们结婚这些年，虽然经常吵架，但傅正阳碍于家教，从没对他动过手。但此时此刻，看着傅正阳烧红的双眼，庄韵然总觉得他被什么东西附身了，好像真的能对他下死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脸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五官肿的都扭曲了，看着像变异了一样。正阳，不要！庄韵然抱着脑袋瑟瑟发抖。然而想象中的情形并没有发生，他偷偷掀开眼皮看了一眼，发现傅正阳站在他面前，像石化了一样不动了。南星，傅正阳要疯了。他好不容易把那张该死的符纸弄下去，重获自由，没想到又被贴了一张。罪魁祸首从秋千上起身，闲庭信步走过来，忍不住吐槽：“傅二少，我画符纸也是要消耗灵力的，你不要一直浪费我的符纸好吗？”傅正阳，是他想浪费的吗？庄韵然后知后觉，躲到南星身后，瑟瑟发抖地抓住他的衣角。南星，救我！
他要杀我，有我在，他杀不了你。傅正阳感觉南星是在羞辱他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他一个1.8米的大男人，在南星面前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纸老虎罢了。听到南星这么说，庄韵然的心稍稍放下一点，但他还是很害怕，抓着南星的衣角小声问：“你不是说3支香灭了就代表他原谅我了？那正阳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？”南星没回答庄韵然的问题，因为他看到其他人也都来到花园，庄韵然这才意识到不对。你们，他咽了咽口水，眼睁睁看着真心走到傅正阳身边，和他站在一起。南星拍拍他的手臂，问：“二嫂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”“什么？”庄韵然一脸茫然。南星说过的话太多了，他怎么知道是哪句？南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说过，二嫂只有把血债还清，和傅二少之间的关系才会明朗。”庄韵然想起来了，南星是跟他说过这话，只是我不是还清了吗？他指着远处的炭盆：“你告诉我的，你说只要我把自己做过的事都交代了，他就……”庄韵然说到一半，戛然而止。他看向对面那些人的表情，忽然意识到什么，不对，为什么他在说完那些话之后，他们就全过来了？还有傅正阳，为什么忽然要杀他？正想着，就听傅从云道：“弟妹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”庄韵然一怔，心底不好的预感更加强烈。下一秒，傅乔一走到他面前，脆生生道：“是你杀了甄阿姨。”小孩子的眼睛没什么杂质，看向他的目光赤裸裸的，鄙夷与厌恶掺杂在一起，让庄韵然遍体生寒。他下意识反驳：“不是我没杀他，是他自己命不好。你只是在他岌岌可危的时候，在后面推了他一把。”傅乔一年纪虽小，说出的话却跟个小大人似的。你虽然没有直接杀他，但和杀人犯也没什么区别。庄韵然张口结舌，心中的猜测也在这一刻得到证实。这些人听到他刚才说的话了，可是他们是怎么听到的？庄韵然看向南星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“是你。”他死死瞪着南星，“是你对不对？”傅青燕不动声色将南星拉到一边：“二嫂，不如先解释一下刚才说的那些话是否属实？如果是真的，就免不了牢狱之灾了。”庄韵然回过神来，脸色煞白。第172章，庄韵然自食其果：“我刚才说的都是假的，是他让我这么说的。”庄韵然指着南星：“他逼我给真心道歉，说这样正阳就会回心转意，对于庄韵然的恩将仇报。”南星毫不意外，这件事涉及谋杀，如果罪名成立，庄韵然的后半生就完了，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承认的。傅青燕，二嫂找借口也找个像样的，句句不离南星，好像她是个能驱使人的老巫婆一样。南星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他厉害，才相信他说的话。所以你是想说，真心的死和你没关系了？傅正阳的身体还不能动，只能转动眼珠子，恶狠狠看着庄韵然，模样有些滑稽。庄韵然发挥毕生演技，泪水不停在眼眶里打转。他知道傅正阳不喜欢他哭，但这种时候要是再不卖惨，就没机会了。傅正阳对庄韵然的信任已经跌到谷底，但他更不希望景天的亲生母亲是杀人犯，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景天来说，都是一个巨大的噩耗。他深呼吸，问：“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刚才那些话都是他亲口说出来的。如果不是南星提前弄了摄像头在草丛里，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。”庄韵然脑筋一转，连忙道：“这种事难道不是谁主张谁举证吗？我已经说了，是南星逼我这么做的。他要是拿不出其他证据，不就说明我和真心的死没关系？眼看脏水要泼到自己身上，南星对庄韵然彻底不抱希望。他拿出手机，打开一个视频，视频是墓园发来的。工作人员按照南星的指示来到真心的墓碑前面，在地上找到一枚胸针。南星小姐，您要找的是这个吗？背面刻着庄小姐名字的缩写。为了让南星看得更清楚，
工作人员把镜头靠近那枚胸针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胸针背面刻着 ZYR 3个字母。庄韵然脚下踉跄，表情恍惚。怎么会？他的胸针怎么会落在那里？这枚胸针是你的吧？南星问。庄韵然唇瓣紧抿，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这枚胸针是情人节他缠着傅正阳买给他的，上面镶着蓝宝石，价值不菲。因为想要独一无二的感觉，他还用了那个品牌的刻字服务，使得这枚胸针更加没有造假的可能。如果真如二嫂所说，你和甄小姐的死没关系，又为什么要大晚上去墓园祭拜她呢？因为我前阵子做梦梦到了她，她说在那边缺钱了，我才去祭拜她的。那你可以早上去，为什么要夜里偷偷溜进去？傅青燕双手环在胸前，一脸看好戏的表情。她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她和南星从河边回来，正好撞上庄韵然也从外面回来。当时他的表情看上去有点心虚，估计就是去墓地祭拜真心了。庄韵然欲言又止，不知道怎么说了。二嫂，不，还是叫你庄小姐吧。南星道，虽然当年的事已经无从考证，但你说的话已经被录下来了，放到网上必定会掀起腥风血雨。网民不会在乎你是不是被逼迫的，只会认定傅家的二少夫人是杀人犯。还有一点你可能忘了，那就是你眉间的血债一直存在，血债不还，甄小姐或许会放过你，但天道不会，往后的日子你会越来越惨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这些既定的命运不会因为你是否认罪伏法而改变。天道是一张无形的法网，虽持但道。你以为作恶后仍然逍遥自在的恶人，其实早已被记录在册。所以对南星来说，庄韵然是否会被送进监狱已经不重要了。庄韵然不可置信的蹙眉，显然是被南星冷冰冰的措辞吓到了。什么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听着太吓人了。南星继续道，如果你现在承认自己做的，并当着大家的面向甄小姐道歉，天道或许会看在你态度诚恳的份上，减轻一点责罚。庄韵然不能接受这个结果，他还以为南星是在帮他，却没想到这丫头只是为了撬开他的嘴，让他说出当年的真相。韵然，当年那场车祸真是你安排的吗？段清秋不死心地问庄韵然。他忍不住想，如果庄韵然真是那种心如蛇蝎的女人，那她有没有可能也动过害自己的心思？毕竟她是大嫂，地位高她一头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旁人也都更尊敬她一些。段清秋越想越后怕，不是我什么也没做。庄韵然解释不清，干脆不解释了，都是南星，他看不顺眼，所以布了这个局，都是他。一旁的真心听不下去了，他迈步走到庄韵然面前，冷声道，如果早知道你这么无耻，我就应该在做鬼的时候缠着你，让你不得安宁。庄韵然微怔，视线聚焦在女人的脸上，露出茫然的表情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？还有，你一个小三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南星不语，悄悄对着庄韵然掐了个诀，让她产生短暂幻觉。庄韵然眼睁睁看着女人的脸变成了她认识的那个真心，她大惊失色，尖叫着捂住眼睛，再睁开眼，看到的仍然是那个已死之人。庄韵然如遭雷击，整个人陷入到巨大的恐惧之中，感觉心脏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。她颤抖着声音问：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真心的追悼会他参加了，亲眼看着那女人躺在棺椁里，周围铺满鲜花，他确定那女人已经死了。可现在他又活生生站在这里。是啊，我已经死了。真心直视他的眼睛，是被你害死的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女人声音空灵，仔细听，还有点发颤，根本就不是活人的声音。庄韵然两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真心，我错了，你别来找我。你不是说自己没错吗？真心看着他，眼底一片沉寂。我不知道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庄韵然低着头，好似只要充当鸵鸟就能躲过这一劫。南星眸光微暗，他早就猜到，如果只是用幻术单纯吓唬庄韵然，计划没那么容易成功，说不定庄韵然还会用惊吓过度、口不择言来搪塞过去。但刚才他烧纸的时候，意识明显是清醒的，说出的话不存在恐吓成分。即使他后面再怎么否认，傅家人也都心知肚明了。南星不动声色将幻术取消掉，对着跪在地上的庄韵然道：“之前我答应帮你弄清楚真相，不会食言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傅二嫂并没有出轨，她一直在联系的那个咖啡厅老板不是她的情人，而是太和宫的一名道士。她联系那个道士是为了给甄小姐借尸还魂，给她打的那些钱也都是酬劳。”庄韵然停止发抖，小心翼翼抬起头，看向南星：“你说借尸还魂？”南星点头：“傅二少带回来的这个真心，就是当年被你害死的那个真心。我说过，血债不消，你和傅二少的关系永远不会明朗。但你可能误解了明朗的意思，因为你一直把当年发生的事藏在心里，没有为此付出代价。傅二少便一直对甄小姐的死心怀质疑，这几年坚持不懈的调查。也是在调查的过程中，傅二少发现自己对甄小姐的思念越来越深，最后思念变成执念，动了借尸还魂的念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找到那名道士布下阵法，引甄小姐的魂魄归来。其实，如果你早些向甄小姐的亡魂忏悔，以她善良的心性是不打算与你计较的。她本来可以提早转世投胎，开启新的人生，是因为你一直享受着二少夫人身份，内心却毫无忏悔之意，才让她的怨气变重，徘徊人间无法离开。也正是因为她没有离开，傅二少布下的法阵才得以生效。所以，庄小姐发现了吗？这是一个闭环，是由你亲手打造的闭环。但凡你在这3年里有一次忏悔过，傅二少都不会去借尸还魂，甄小姐也不会魂归肉身。事已至此，你怨不了任何人，只能怨你自己。第12集正在快马加鞭赶制，每天中午12点都会更新，记得点赞关注，小河不迷路哦。